青梅竹马的少年郎策马经过我的豆腐摊时，我正给客人切着第3块白水豆腐，金榜题名的红榜还贴在县衙门口。新科状元鲜衣怒马的身姿引得街边大婶推搡我，春丫头还不快去，你家景云来接你过好日子了。我擦净手上的豆渣迎上前，却见枣红骏马上的人别过脸去。珠帘晃动的马车里探出半张芙蓉面，夫君，这乡野村妇怎知你名讳？状元郎答：家中奴婢，字字如冰锥扎心。我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原来他在京城另娶了。陆景云察觉到我的目光，却不敢与我对视。我每天天不亮起来做豆腐，只为了供他读书。他也曾指天立誓，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嫌7万两金。如今得了富贵，到底是问心有愧。家中奴婢也敢直呼你的名字，陆家的规矩真得好好改改了。那年轻女子瞥了我一眼，缓缓放下车帘。陆景云骑马经过我身旁，低声说道：先回家。随后若无其事地离去。我站在原地许久，直到状元一丈远去，围观的人群散去，我才回过神来，回到豆腐摊前。原本向我道贺的众人目睹了刚才的一幕，面面相觑，见我回来，便假装各自忙碌。春枝啊，张大娘欲言又止，最终叹了口气：男人啊，都没良心。如今陆景云高中状元，新娶的夫人定是高门贵女，你回家后别与他们硬碰硬，好好说，知道吗？我点头，收起豆腐摊，推着板车回陆家。我到达时，陆宅门前已围满了街坊邻居。陆家曾是显赫之家，但10年前陆景云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仅剩3进3出的宅子。陆景云一心读书，这些年来陆家全靠我操持。我进门时，陆景云和他的新夫人正坐在堂屋品茶。陆母刚打赏完衙役和报喜的人，笑容满面，一见我便招呼道：春枝回来了。我走过去喊了声娘。陆母握住我的手，将我拉到身边说：如真是丞相之女，她与景云的婚事是圣上亲赐，你也别怪景云，这是换谁都会这么做。你在陆家这么多年，街坊邻居都戏称你是景云的童养媳，我的意思是，若你愿意，就留下给景云做妾。纪如真听到这话，放下茶盏，显然他先前跟陆母约定并非如此。我容貌出众，与陆景云有青梅竹马之情，他怎会让我留下？陆母现在却自作主张要让我给陆景云做妾。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不做妾。从东市回家的路上，我一想清楚，陆景云另娶已成事实，再纠缠也无用。我问他，陆景云，当初你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嫌7万两金，你还记得吗？陆景云沉默不语，他当然记得，只是不愿在纪如真面前承认。我压下心中的酸楚，认真地说，现在我不要你了，我只要1万两金，你把钱给我，我们之间就一笔勾销。陆景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说什么？纪如真轻摇团扇，不悦道，张口就要1万两金，真是狮子大开口。陆母脸色难看，春枝啊，自你9岁那年，景云将你捡回家，一直是陆家养着你，要不是景云，你早不知饿死冻死在何处。这些年我待你如亲生女儿，你不愿做妾，想要钱，我能给的都会给你，但1万两金实在太多，你怎能如此强人所难？陆景云从袖中取出3张银票递给我，这里有300两银子，足够还你这些年给我的钱，你要就拿去，再多也没有。我接过银票，说道：说好1万两金就是1万两金，一文不能少。这300两我先收下当利息，剩下的我日后再来要。陆母闻言，当即数了我，300两还不够，你这是要景云的命啊，没良心，钻钱眼里了。见我不为所动，他又喊头疼。以往陆母这样一闹，我便什么都依他，但如今我无动于衷。纪如真一边扶陆母，一边喊道：来人，把他赶出去。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看热闹的人已散去。我抬手抹了把脸，爬起来拖着板车往城北走去。城北住的都是做小买卖的人家，卖豆腐要赶早，为了不吵到陆母休息，我这些年攒钱买了个豆腐作坊，后面带着2间小瓦房，我平时就住那里。我淋着雨，推着板车，一边走一边流泪，跌跌撞撞地回到豆腐作坊。快要停下时，板车似乎撞到了什么，有重物闷声倒地。我放下板车，上前查看，发现一个男人倒在板车前，他满身是血，像是受了重伤。这绝非板车能撞出的伤，但四下无人，连个作证的都找不到。我只能先将男人半扶半拖地弄进豆腐作坊，让他躺在床上。彼时我还不知道这男人的身份是那样贵重，还不知天高地厚，让他跟我成亲。我点亮油灯，举灯走到床边，男人很年轻，约23、24岁，身上有多处剑伤，玄衣已被血染透。我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气。我拿来剪刀、白布，打了一盆热水，对昏迷的男人说：你伤得太重，这身衣裳也要不得了，我是替你治伤才捡你衣服的，你醒来后别怪我。连着端出去4、5盆血水，才勉强帮男人收拾干净。许世人一旦忙碌起来，就没工夫伤心了。我擦净男人的脸，发现他虽满身是伤，却难掩金贵俊美。我长这么大见过最好看的人是陆景云，而眼前这个男人比陆景云更胜一筹。我给男人的伤口上药，用白布包扎好，家里没有男人能穿的衣裳，只好拿被子给他盖上，想着天亮后再去买套新的。忙活了一天，又被陆家赶出来，还捡了这么个重伤的男人回来，简直心力交瘁。我只有一张床，让给男人后便没地方睡，只能坐在椅子上凑合一夜。夜里电闪雷鸣，我被惊醒，却看见窗外有道人影鬼鬼祟祟。我快步走到桌边，拿起剪刀，悄悄躲到床后。来人翻窗而入，一边往里摸，一边淫笑：春枝，好春枝，听说你被陆家赶出来了，哥哥特意来安慰你，你在哪儿呢？怎么不出声？是街头流氓张虎的声音。这人总借买豆腐时对我动手动脚，先前还顾忌我是陆景云的童养媳，今日因是听说陆景云另娶官家小姐，抛弃了我，便趁夜摸来。屋子里漆黑一片，张虎看不见我在哪，
身上带的火折子也被雨打湿点不起来，便摸黑往前走。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今夜下着大雨，即便大声呼救也喊不来人，反而会暴露我的位置。好，春枝，你别不出声啊！你叫声张虎哥哥，哥哥疼你。张虎绕过桌子，继续往前摸，很快走到床边，伸手掀开被子，摸到了一具未着寸缕的身躯。哟，没穿衣服，你是知道今夜你张虎哥哥要来，所以特意脱光了等我是吧？张虎说着就往下摸去，忽然间，床上的人一把捏折了张虎的胳膊，将他踹飞出去。张虎重重撞在墙上，口吐鲜血。你不是春枝，你到底是谁？滚！床上的男人沉声喝道，只一个字，便气势逼人。男人，春枝，你竟然在屋里藏了男人！张虎一边喊，一边手脚并用的翻窗离去。床上的男人抓起枕边的药瓶，当作暗器飞出去。正挂在窗户上的张虎应声倒地，连连喊道：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早知道您在这，我也不敢来啊！张虎连滚带爬的跑了，我才悄悄掀开帘帐走出来。床上的男人听到动静，一把将我拉过去，掐住了我的脖子。你是何人？为何鬼鬼祟祟？我被掐得生疼，勉强发出些许声音来。是我救了你，你救了我。男人冷声道：我只是晕倒了，不是失忆，明明是你推着板车把我撞了。话虽如此，但他还是很快松了手。我立刻后退，抬手揉了揉脖子，那也是你原本就重伤在身，若你身上没伤，就板车这么轻轻的撞一下，还能把你撞伤不成？我怕男人死在自家门口，若是官家的人过来问话有理也说不清，这才将人扶进门。现在男人醒了，张口就说是我撞的他，撞是真的撞了，但真正造成男人昏厥的是他身上的伤，不是板车撞的那一下，话还是要说清楚的。我说我原本可以将你扔在街上不管的，大雨天的没人出来救你，你淋一夜的雨，说不定明天就死了。现在你好端端的躺在我床上，还有力气掐我脖子，怎么不算我救了你？我又摸到桌边，拿出火折子，点亮了油灯。灯火亮起的那一瞬间，男人立马抖开被子，盖在了身上，不悦道：你忽然点灯做什么？我也是在点亮油灯，看清眼前景象之后，才想起他身上什么都没穿。可他一副被我占了便宜的反应，我被气笑了。你反应这么大作甚？先前给你上药的时候，你身上都被我擦遍了，还差多看这一眼吗？男人皱眉轻斥道：乡野之女，不知羞耻。我是乡野之女，你又是哪里来的大人物？要换做平日，我未必跟他争，偏偏我今日气不顺，当即反驳道：救命还分男女，早知道就让你躺在街上等死。男人俊脸微僵道：伶牙俐齿。我冷笑道：那你离开吧。男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再次开口道：我衣裳呢？我指了指床前那堆破布，捡了，还没来得及烧掉。他闭了闭眼，去给我找套干净衣裳来。这随意指使人的做派，真当我是他家里的小婢女？我白了一眼，我这没有男人穿的衣裳，等天亮之后去给你买套。好半天都没听到男人回答，我转身一看，才发现男人又晕过去了。探了探他的鼻息，比先前平稳多了。虽然这人不知好歹，但张虎是他赶走的。我在心里权衡了一下，这男人谈不上好人，但也算不上恶人。第二天，我去成衣铺买衣裳时，掌柜钱三娘见到我就问：春枝，你一大早来买新衣，莫不是想好好打扮打扮，把状元郎的新夫人比下去？小镇不大，一点事不出半日就传得人尽皆知。三娘说什么呢？昨日有个亲戚来投奔我，连身像样的衣裳都没有，我这是帮他买衣裳来了。我笑着说，想到那男人的金贵样，粗衣麻布实在不合适，我挑了身靛蓝色的圆领袍。钱三娘送我到门口，等人走远了，她嘀咕道：不对，春枝是陆景云捡回家的孤女，哪来的亲戚啊？衣裳拿回家，男人还在昏迷，我又收拾一下出摊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今日的队伍排得有些长，很多人是来看我热闹的。众人见我不哭不闹，觉得没趣，也渐渐散去了。今天不到晌午就卖完豆腐了。回到家，那个男人已经醒了，穿上我买的那件靛蓝色圆领袍，站在那里，让我这小小的豆腐作坊蓬荜生辉起来。见他已经可以下床了，我上前赶人，让他离开。男人却以伤得太重，走不了为由，执意要留下。我小声说：你有武功在身，又受了这么多伤，谁知道你是不是作奸犯科，被官府追捕？男人见眉微皱，脸色变得有些凶，沉声道：我绝非作奸犯科之人，你不必这样防着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不防着你，难道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吗？我对你一无所知，连你从哪来，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男人微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我叫霍七，从来出来。这个名字一听就不像真名，后面那一句更是说了等于没说。忽然间他话锋一转：你这墙头这么矮，什么人想翻都能翻过来。我走了，你准备拿着剪子跟人拼命。我回头朝矮墙看去，先前那些人忌惮我有一个状元之才的未婚夫，所以不敢来招惹。可现在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道：那你又如何保证你就不会对我起歹心？霍七注视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见惯了角色，你在我眼中也不过五官分明，相貌平平。我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相貌平平，不过这男人生的确实好看，他母亲和家中姐妹定然都是难得的美人。想了想，我道：说好了，你住柴房，伤好了就得马上走。收拾完柴房，我带上围裙，来到灶间煮面。霍七就站在不远处，一直看着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做好面叫他来吃，他还是站着不动。我刚想问，他在我的注视下，有些艰难地迈开了一小步，我才想起他伤了腿，就是因为不好走路，所以才一直站在窗边。我到隔壁小屋推了一把轮椅出来，这是我攒了许久的钱，给陆老夫人买的。她每逢阴天下雨天腿就会疼痛难忍，只是我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被赶出陆家了。霍七几乎是被我半推半按地扶到轮椅上的。
他吃面的速度很快，一碗汤面见底了，还问我再要一碗。看他对我的厨艺这么捧场，我还是挺欣慰的。吃完以后，我跟霍七说：“你熟悉这把轮椅，我出去给你买点伤药，衣裳也得买2身才好换洗。最重要的是，我要去衙门看看告示，打听最近有什么犯事的人在外潜逃。若这个霍七是逃犯，我可不敢留他，得尽快报官抓人才是。”揣了几块碎银出门，我先去了衙门，告示上的画像的确没有霍七，这才松了一口气。捡回家的男人不是逃犯就好。从县衙离开之后，我去了李记药铺买伤药，药铺掌柜认得我，奇怪道：“你好端端的，买伤药做什么？陆状元不仅抛弃糟糠妻，还打伤了你。”陆状元抛妻另娶，这事是临水镇近来最大的一闻，我的心冷不丁被刺了一下，无奈道：“不是，先前家里备着的不小心打了，再买些放着，以备不时之需。”行，那你等着，我给你拿最好的伤药去。药铺掌柜转身去拿伤药，我站在药柜前等着。就在这时，几个仆从婢女走了进来，开口就说：“大夫何在？快随我们去陆家走一趟。”纪如真随后而来，一进药铺就和我对上了视线。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纪如真，微微一愣，而后很快反应过来。药铺掌柜很快就拿着最好的伤药出来，我付了钱，拿起伤药转身就走。纪如真却忽然开口道：“我让你走了吗？”随行的仆从婢女立刻就拦住了我的去路。我问道：“这是药铺，人人都来得走的，你让人这样拦着我，是何道理？”纪如真还没开口，他身边的婢女先出声呵斥道：“你好大的胆子！我家小姐是丞相嫡女，状元之妻，别说只是让人拦住你，就算要打你，你也只能受着。”两个婢女刁钻刻薄，拦着我的几个仆从一脸凶恶。药铺掌柜开口劝道：“状元夫人大驾光临，我这小小的药铺真是蓬荜生辉，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跟我说。他就是个买药的客人，还请您看在我的面子，让他走吧。”纪如真不发话，只打量着我。没想到我被赶出陆家之后，没有躲起来哭，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照样出摊卖豆腐，现在还出现在了药铺里。纪如真自己是因为陆母病了，他想博个孝顺之名，压一压丞相之女抢人夫君的谣言，才亲自出来把临水镇所有大夫都请回陆家去，便怀疑我是知道陆老夫人病了，才故意来药铺买药，想借此机会重新回到陆家。纪如真道：“你昨日将母亲妻病了，拿了银子一走了之，还到处散播谣言，说景云抛弃童养媳，你不过就是景云捡来的奴婢，无媒无聘，凭什么自称景云的童养媳？我没有散播谣言。”我对纪如真没什么可说的，我跟陆景云相依为命的那10年，虽然无媒无聘，但是整个临水镇的都知道我们是一对，没有正儿八经的成过亲，却对着皇天后土发过誓，此生绝不相负。现在是陆景云违背誓言在先，我不纠缠不报复，已是给彼此留了最后一丝情谊，偏偏纪如真不肯放过我。纪如真说：“你没有散播谣言，那整个临水镇的人为什么都在非议我和景云？”我只冷冷说道：“那就要问你自己了。放肆！你一个贱民，也敢这样同我家小姐说话？”纪如真的婢女冲上前来，抬手就要扇我的脸，我一把扣住了婢女的手腕，然后反手就给了这婢女一巴掌。她脸上很快出现了五指印。我每天做豆腐磨豆腐，手劲要比他们大上许多。你敢打我？婢女呆愣了片刻，捂着脸转身跑到自家主子面前：“小姐，他打我。”纪如真仗着丞相之女的身份，在京城过的也是众星捧月的日子，哪里见过我这么不讲尊卑，二话不说就还手的，没用的东西，退下！纪如真说着，亲自上前。几个仆从见状，伸手来按住我。我见势不好，抬腿重重踢向其中一个仆从的当下，在对方吃痛倒下的时候，飞快地冲出药铺。外头街道上人来人往，小摊贩们都认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打趣我：“春枝，你好好的跑什么？后面有老虎追你啊！”我跑到卖菜刀的张大伯摊前，拎起一把菜刀就转头对上那几个仆从。谁都没想到我敢提着菜刀折返回来，仆从们都慌了，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纪如真也走出了药铺，看着我提着菜刀朝他走过来，小脸也白了几分。“你要做什么？”我拎着菜刀站在纪如真面前，其实我的手也在抖。纪如真带了好些仆从婢女，我只有孤身一人，光天化日持刀对人，说不定要被抓进大牢蹲牢狱。可是我眼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冷声道：“你不是问我无媒无聘，凭什么自称陆景云的童养媳吗？”纪如真此时面白如纸，根本就不敢吱声。他是相府千金，养尊处优惯了，即便同别的官家千金有矛盾，也都是用后宅手段来报复彼此，比如给人茶里下药，偷偷让人在背后将对方推下水。何曾见过拎着菜刀跟人说话的对手？加上街上人太多，仆从们都不敢擅自动手。我说：“我们是没成过亲，那是因为陆景云说过，等他高中要用8抬大轿娶我为妻，但陆景云失信了，陆景云负我是他的错，我只怪他不曾怪你，但这不是你跑到我面前耀武扬威的理由。”我冷笑道：“相府嫡女，状元之妻又怎样？抢来的就是抢来的，何必颠倒黑白，将脏水泼在别人身上？”纪如真张了张嘴，反驳道：“我与景云是皇上赐婚，你凭什么说我是抢来的？你无父无母，无亲无故，说不定本来就是天煞孤星。”他这话一出，街上那些与我交好的小摊贩纷纷开骂：“你在放什么狗屁？春枝从前是陆景云的童养媳，整个临水镇的人都可以作证。什么丞相之女，我看就是个嫁不出去的，才非要抢人家夫君。”隔壁卖猪肉的赵大哥拎着杀猪刀就过来了：“春枝别怕，有我们在，谁都欺负不了你。”我的眼睛一下就红了，即使没了陆景云，还是有这么多护我的人。看到这架势，一众仆从婢女们护着纪如真落荒而逃，大家围着我七嘴八舌的安慰着。卖菜的给我塞了一篮子菜，卖布的给我塞了2匹布，连赵大哥也给我剁了一大块肉。卖菜刀的张大伯想了想，包了一把菜刀给我：“春枝，这把菜刀你拿着防身用。”我抱着一大堆东西回到家，昨天背我就回来的男人正在院子里装我早上给他的轮椅，见到我他问：“怎么哭了？”我吸了吸鼻子道：“
我给你买东西花了好些银子，心疼哭了不行吗？说完转身就往屋里走。霍七推动轮子进屋，将一块价值不菲的玉佩递给我，这个给你。我昨日给男人擦洗上药的时候就见过这枚玉佩，一眼就能看出来很值钱，不是寻常之物。我问道，你身上就这么一件值钱物件，给了我，你自己怎么办？霍七神情有些微妙，转而又是一副漠然的样子，说道，我自有办法，你拿着，别哭了，我只是随便找个由头。他竟然当真了，刚有些感动，就听见他说，你哭得很丑，下次别哭了。这男人留下养伤，吃我的喝我的，给点值钱物件也是应该的。我没犹豫把玉佩收了起来。以前我都是早起做豆腐，下午把豆子泡上之后，就会回陆家照顾陆老夫人。现在被陆家赶出来了，下午可以歇一歇。只是一闲下来，就会想起跟陆景云那些事，便拿出绣锦塞的凉匹布，想起那块玉佩可能价值不菲，我决定用这布给霍七做件衣裳。我给他量尺寸，他竟说我勾引他，真是不知所谓。我承认他确实长得很好看，可我也不差。虽然婚约没了，可我若想要男人，根本不用蓄意勾引。傍晚，院门被人敲响，霍七不想被人看见，推着轮子进了小屋。我一打开院门，却看见陆景云站在那里。反应过来之后，我立刻关门。陆景云一把将即将关上的门抵住了。你还来找我做什么？我关不上门，只能转身往里走。陆景云推开门，走了进来，低声道：春枝，娶季如真为妻非我本意，实在是皇命难违。我止住脚步，转身看向他，究竟是皇命难违，还是你一心攀附权贵？陆景云沉默了片刻，说：春枝，你没去过京城，你不知道在京城那样的地方，想要活下来，活出个人样来，是要付出一切的。我压下内心苦楚，平静道：所以你娶了季如真，负了我。我曾以为会跟陆景云同甘共苦过一生一世，可事实是我们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因为能跟陆景云共富贵的，另有其人，不是季如真，也有别的高官之女，千金小姐。陆景云上前一步，伸手想来拉我，我避了过去，学着霍七的模样冷脸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一个有妇之夫，不该单独来找我，更不该跟我拉拉扯扯。陆景云难以置信道：男女授受不亲？春枝，你跟我说男女授受不亲？你给我做了10年的童养媳，帮我洗衣做饭、沐浴洗头，除了没有正式行过周公之，早就越过了不亲这个范畴了。我别过头去，不愿意看他。你既娶了季如真，就不该来找我。他又往前走了半步，低声说：若我说我娶季如真是有难言的苦衷，我从来都没想过抛弃你另娶他人，你可相信？我嗓音微冷道：不管我相不相信，你都已经另娶他人，现在说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陆景云低声喊我：春枝，你当真如此狠心？我被他气笑了，问道：你来找我，到底想做什么？陆景云看着我道：春枝，我想带你回家。我想起9岁那年被人贩子拐了，途中却因为高烧不退被丢下，蜷缩在大街上等死的时候，是陆景云救了我。那时候还是少年的陆景云对我说：我带你回家。于是我在陆家一待就是10年。我因为高烧不退，忘记了9岁之前的事，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连春枝这个名字都是陆景云给取的。到陆家之后，我有屋子住，有热汤饭吃，陆景云还教我读书识字。街坊邻居取笑陆景云给自己捡了个童养媳，陆景云也不恼，还说我捡的，自然就是我的。我从那时候起便知道，长大我是要嫁给陆景云的。可现在陆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努力压下满脑子的回忆，哑声道：这里才是我的家，你走吧。陆景云道：这哪里有个家的样子？你跟我回去，我跟夫人好生商量一番，许你做平妻。哪有什么平妻，不过是说的好听点的妾。我不接陆景云的话。陆景云当即又道：夫人出身高门，只是性子略微骄纵了一些，其实心地不坏，只要你给她赔个罪，哄她高兴，以后的日子不会难过的。我会护着你，等我在京城拼出一番天地来，你就不用再看她的脸色。我实在听不下去，抬手指着门，怒声道：够了，你走。陆景云还想再说，我直接将他推到了门外，一把关上了门。我不知道陆景云是什么时候变了的，明明他少年时温柔又良善，有凌云壮志，有8斗之才，而现在只剩权衡利弊，满心算计。靠在门板平复了许久，想起屋内还有个人在看着，我抬袖抹了一把眼泪，回屋继续去做衣裳。只是刚拿起针线，霍七推着轮椅到小屋门口，我抬眸问他有事。霍七简洁道：换药。我来到隔壁的小屋时，霍七已经在脱衣裳了，看到的就是男人健壮的胸膛，缠在伤口上的白布已经渗出不少血迹。我上前道：裤子也脱了，毕竟他的腿也伤得不轻，不然我也不用把轮椅搬出来给他。霍七看了我一眼，解开腰带，把裤子也褪了下来。昨天帮他上药的时候是夜里，他还昏迷着，我一心救人也没有多想什么。可现在是白天，他不光清醒着，还用一双丹凤眼看着我，我的心跳有些不受控制的加快，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跟自己说，这是在救人，救人性命的时候不要太在意男女之别。他背上的伤口很深，我一边上药一边轻轻地吹气，试图以此减轻他的痛苦。可他的背部还是很僵硬，我无奈道：你放松一些，背部别这么僵直，这样包扎起来会有点松。上半身的伤口包扎好后，我蹲在他面前给他的腿伤上药。霍七垂眸看了我一会儿，扯过了我手中的纱布，冷声道：我自己来。只是刚处理好没多久，院门再次被人敲响，这次来的竟然是几个衙差。领头的衙差开口问道：你就是春枝？我回道：民女正是。领头的衙差高声道：找的就是你。本朝律令，凡女子年满18尚未婚配者，当处以重罚，
由官府强行婚配，倘若不从，就得蹲牢狱吃牢饭。本朝女子15岁及笄就要开始婚配，像我这样拖到了19岁还没成亲的姑娘少之又少。先前整个临水镇的人都知道我是陆家的童养媳，陆景云这几年一直在外求学，所以才没有完婚。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陆景云娶了丞相之女，我被陆家赶了出来，衙差就上门拿律法说事来了。我试图解释道：衙差大哥，我并非是年过18尚未婚配，是我原先的未婚夫悔婚另娶，所以才……领头的衙差粗声打断道：少废话，年满18尚未婚配的女子就是触犯本朝律法，你跟我们去衙门里走一趟。我后退了2步，朗声道：即便是律法规定，年满18尚未婚配的女子要由官府强行婚配，也要给人一个期限，并非上门通知的当日就能拿人的。4个衙差互相看了几眼，都觉得这是有点棘手。原本这条律法近几年实行的就没有从前那般严格，要不是向府小姐派人到知府那里知会了一声，他们几个也不会专程跑到这里来为难一个卖豆腐的。我看他们的态度没有一开始那么强硬了，再次开口道：婚嫁之事关乎女子一生，还请官爷通融我几日，我会尽快。领头的官差不等我说完，就开口打断道：3日，若3日之后你还没有婚配，那就要么由官府强行婚配，要么蹲大牢。我们话已传到，你自己看着办吧。衙役们撂下话，转身就走。隔壁住的李大娘热闹看了全程，走过来说：咱们临水镇已经好些年没出过年满18还没婚配的姑娘了。我记得上一次还是城北杨家的小女儿，为了给母亲守丧，耽误了3年，从15岁耽搁到18岁，好不容易出了孝期，要跟未婚夫成亲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不等我接话，李大娘自个儿就把话接上了。杨家姑娘的未婚夫跟别人好上了，说要完婚可以，他要同时娶2个。杨家姑娘不肯啊，这门亲事就吹了。这一耽误就过了18，官府上门罚杨家好些银子，最后把杨家姑娘强行婚配给一个赌鬼。成亲没几个月，杨家姑娘就上吊了，好好一个人说没就没了，真是作孽啊！官府强行婚配，能把你配给什么好人？春枝啊，你听大娘一句话劝，要么回去求求陆家，让状元郎把你收了，要么赶紧去找媒婆，物色个靠谱的男人，把自己嫁出去。听到这里，我渐渐回过神来，我知道了，李大娘，多谢你。李大娘摆摆手，忽然话锋一转，对了，我娘家还有个侄子，今年23岁了，长得高高大大，模样还算过得去，是个渔夫。你看，我立刻打断道：不用了，谢谢李大娘。我立刻进屋把门关上了，回屋坐下冷静了一会儿，我准备出门去找媒婆。官府处以罚金，能罚到人倾家荡产，强行婚配也不可能配给什么好人，更不能去蹲牢狱，自己找的人怎么都比官府胡乱配的人强一些。我拿着银子出门，刚走出屋子，就碰上了推着轮椅出屋的霍七。霍七问道：急匆匆的要上哪去？我有急事要出门一趟，晚上可能不回来吃了，米面都在灶台边上，你要是饿了就自己弄些吃的，换药不方便的话你就等我回来再换。我走了。说完我就快步离开。等我再次回到小院的时候，霍七差点把屋子给点了。我忘了他看着那样金贵的做派，可能根本不会烧火做饭。灶间点了一支蜡烛，火光跳跃着拂过男人俊美无愁的脸庞。我忽然福至心灵，在3天之内把自己嫁给一个靠谱的男人很难，那我何不找个人假成亲呢？我上前接过了霍七手里的火折子，用碎柴点火，很快就把火升起来了。片刻后，我做好了一锅瘦肉羹，拿大碗给霍七盛了瘦肉羹，端到八仙桌上，招呼他趁热吃。霍七刚吃了一口，眼睛亮了一下。我问：瘦肉羹好吃吗？他面无表情道：尚可。但一口接着一口，快速吃瘦肉羹的速度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我温声道：慢点吃，不够的话锅里还有。霍七吃着吃着，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一般，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诧异道：这都能看出来？霍七不紧不慢道：很明显。我索性就直说，我已经19了，本朝律令，凡是年满18还没婚配的女子，都要交罚金，要么由官府强行婚配，要么蹲牢狱。霍七道：的确有这样一条律令。我跟你说这些，是想问，我纠结了一下，还是开门见山道：霍七，你娶妻了吗？霍七微微一顿，嗓音低沉道：尚未。我兴奋道：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跟我成亲？不对，是假成亲。霍七皱眉道：你把婚姻大事当什么？儿戏吗？我解释道：并非是我把婚姻大事当作戏，实在是官府那边催得急，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值得托付一生的人。我下午也去相看过2个男子了，可要我3日之内就跟他们其中一个成亲，我真的做不到。霍七抬眸看向我，所以你就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了。我没有打你主意，只是假成亲而已。我急忙道：你我之间什么都不会有，等你养好伤离开这里，日后想要娶谁都可以，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死了，我给你守寡。越想我越觉得此事可行，这男人一看就不会在临水镇久待，想必分开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你还想到处说我死了？霍七的眸色变得有些复杂。我道：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们假成亲。霍七不假思索道：不行，别的忙可以帮，成亲不行。我纠正道：不是成亲，是假成亲。霍七道：成亲就是成亲，没有真假之说。我想了想，又同他说：我若是要嫁别人，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走动布置，你就不能留在这里养伤了。就算这样，你也不愿意吗？霍七闻言，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他在这里养伤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一旦被外人发现，就惹来许多麻烦。我看他有所动摇，当即又道：你再好好想想，我也在找人，若非万不得已，我也不想跟你假成亲的。第2天天还没亮，我照常起来做豆腐，给霍七留了一碗豆浆，又烙了一个鸡蛋饼，就出摊卖豆腐去了。昨天官差找上我的事，半个临水镇的人都知道了。今儿我出摊的时候，来买豆腐的人多半都拉着家里尚未娶妻的子侄让我相看，一大早忙得不可开交。依旧是生意很好的一天，还没到中午，豆腐就卖光了。回家看到屋门虚掩着，走过去看了一眼，霍七衣衫半退，正在费劲地给后背的伤口上药。我敲门问道：要帮忙吗？他回头看了一眼，
过来，依旧是那副随意指使人的做派，帮他换了药，重新包扎好，顺带着帮他把衣衫穿上，理了理衣襟。霍七忽然问了一句：“你以前也是这么照顾状元郎的？”我顿了一下，跟你有什么关系？霍七道：“不是你要跟我假成亲吗？”我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你又不肯答应。正好这时候李大娘带着她娘家侄子李俊过来了，我对霍七说：“有客人来了，你在屋里待着别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把两个人领来到八仙桌旁坐下。李大娘说：“我这侄子是个实在人，一眼就相中你了。他家里有8间屋子，聘礼能出到30两。他原本也是早该娶妻的，只是5年父亲去了，3年母亲又去了，这才耽误到现在。哦，家里有个妹妹已经出嫁了，还有个读书的弟弟，平日里一直住在书院，你一嫁过去就是当家的。”李大娘一张嘴，从进门开始就没停下过来，最后笑着问：“春枝，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看行不行？”一句话，我觉得李俊这个条件确实挺好的。若是霍七不肯跟我假成亲，跟这个李俊一起搭伙过日子也不错。一个行字到了嘴边，刚要说出口，屋里的霍七忽然推着轮椅出来了。李大娘惊诧地问道：“春枝，你屋里怎么有个男人？”我也没想到霍七会忽然出来，连忙解释道：“李大娘，您别误会，他叫霍七，前2天晕倒在我家门口，我看他伤得不轻，就把他救了回来。”李大娘当即道：“春枝啊，不是我说你，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一个男人回来？且不说他可能是个坏人，即便是个好的，你一个尚未出嫁的姑娘，跟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起，也实在不像话。依我看，还是趁早把人送走的好。”霍七闻言眉头微皱，怎么什么人都能管到这姑娘头上？李大娘还想再说什么，霍七忽然开口道：“你不是说要跟我成亲吗？”李大娘啊了一声，李俊也有些急了：“春枝姑娘，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我解释道：“官府只给了我3天时间，今天已经是第2日，我怕来不及，所以……”霍七道：“所以你广撒网，捞住哪个就跟哪个成亲。”我不好当着李大娘他们的面说跟他提的明明是假成亲，偏偏霍七像是捉住了给他戴绿帽的娘子一般咄咄逼人。李大娘的目光在我和霍七身上转了几个来回，连忙劝道：“春枝啊，女子嫁人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可不能光图男人的相貌好，长得俊俏又不能当饭吃。我们李俊虽然模样没有那么好，但为人老实，干活又麻利，挑夫君就要挑他这样的。”我轻声道：“我知道的，李大娘，你和李大哥先回去吧，我先跟他说清楚。”送李家姑侄出去的时候，李大娘还拉着我说了好些话，什么越好看的男人越靠不住，你看状元郎不就是？还有这男人来历不明，哪有我家李俊这样知根知底的靠谱？甚至还说，你看他伤得这么重，说不定以后都要坐轮椅，即便你能干，也不能一直养着他不是？好不容易才把李大娘送走，走回院内，就看见霍七面沉如水，一张俊脸已经黑如锅底。我解释道：“那什么李大娘，只是有些防人之心，没有恶意的。”霍七语气生硬道：“你不是要跟我成亲吗？”我忍不住纠正道：“是假成亲，而且你也没答应。”霍七剑眉微皱：“我不答应，你就去找别人了。你不答应，我当然只能去找别人。”这男人简直莫名其妙，只是我能跟霍七提价成亲，却不能跟周员外、楚公子或是李俊提价成亲。他们都是临水镇的人，娶媳妇就是为了一起过日子，传宗接代。只有眼前这个霍七是外来人，伤好之后就会离开这里。霍七没好气道：“你就这么急？”我当然急啊，官府给的3日之期就只剩下1日了。我小声说：“感情马上要交罚金，被官差抓去坐牢的人不是你。”霍七又问：“我刚才要是没出来，你是不是就答应嫁给那个姓李的了？”我沉默片刻，嗯了一声。在仅有的人选里，李俊已经算是最好的选择了。霍七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他会被人和一个渔夫放在一起做比较。我暗自打量着霍七的神色，轻声问道：“你是不是改主意，又愿意了？”霍七仰头望天道：“既然你这样诚心诚意的恳求了，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做几日假夫妻。最棘手的是，马上就能迎刃而解。”我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开心道：“那我去炒几个菜，答谢霍大哥愿意帮忙。”不一会儿，东坡肉、4喜丸子、地3鲜、炒青菜，还有1大碗鸡汤就上齐了。霍七已经在想，等伤好之后，把这姑娘带回王府去做厨娘挺不错。我一边给霍七盛鸡汤，一边道：“这些肉和鸡都是西街那些摊贩送我的，我们假成亲也得摆2桌喜酒，我跟他们知会一声，让他们都来喝喜酒，你不介意吧？”霍七不甚在意的嗯了一声。吃完饭，我去隔壁回绝李大娘，然后去西街把平时一起摆摊的那些小摊贩都喊来喝喜酒。我的嫁衣早就准备好了，原本是拿来跟陆景云成亲用的，现在换了个新郎，嫁衣还是照样能用的。霍七的喜袍来不及做了，得现买才行。来到成衣铺，钱三娘一听买喜袍就精神了：“春枝，你要成亲了？”我点头，明日成亲。钱三娘问：“新郎官多高？大概多重？”我这刚好有2身刚做的喜袍，你挑挑看，要是看中的话，我照着新郎官的身形帮你改改。说着话，钱三娘就把2身喜袍都拿了出来，光看布料就能看出1身贵的，1身便宜的，做工也相差许多。我回想了一下霍七那张脸，便宜的那身也不好意思往他身上比划。钱三娘看我伸手摸了摸贵的那身喜袍，笑道：“春枝，你眼光是真的好，这身喜袍我看在老熟人的面子上，便宜些卖你10两银子。”我立刻收回了手，假成亲又不是真的，用不着花费那么多。偏偏钱三娘这时候又说：“咱们女子啊，一辈子就只嫁1次人，这个时候不花银子，什么时候花？想想你从前为状元郎花的银子，那可真是多了去了。要是你新婚夫君知道你为状元郎花了那么多银子，却不愿意给他买件像样的喜袍，不知道会有多伤心啊！”我倒不觉得霍七会为此伤心，但生气是一定的。要是因为一件喜袍把人惹恼反悔了，那真是得不偿失。想到这里，我咬咬牙道：“10两就10两，你再送我1身红色的里衣，一个红绣球。”
钱三娘答应得很痛快，谁让咱们街里街坊的呢？对了，新郎官的尺寸你还没告诉我，我看下喜袍要收还是要放？我给霍七做衣裳的时候量过尺寸，详细的报给了钱三娘。钱三娘立马发现了什么一般，问他，这跟你上次来买成衣的尺寸差不多，是给同一个人买的。我有些窘迫地点了点头。钱三娘一边改喜袍一边说，我就说嘛，你哪来的亲戚？而且那么好的料子，你自己都舍不得买，怎么会给亲戚买？原来是给新郎官买的。忙了一通回家，推开院门的时候已是黄昏。我抱着喜袍兴冲冲地跑到男人住的那间小屋门前，敲了几下门，却一直没人应声。推门而入，却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两间小屋和整个院子前后都找遍了，都没有男人的踪迹，连轮椅都不见了。我呆呆地站在院子里，想到霍七可能临时反悔，独自离开了，我就难受得无法言语。明明说好会帮忙，会跟我假成亲，或许我就是命不好，总遇上说话不算数的人。明明霍七可以不答应的，那样我选李俊也好，周员外和楚公子也行，总归不用被官府强行婚配。可现在我已经把其他几人都回绝了，甚至买好了喜袍，连明日的席面都订好了，霍七却不见了。我眼眶有些酸涩，缓缓走上前，想把院门关上，院门却被人从外面推开了。坐在轮椅上的霍七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你不是走了吗？霍七推着轮椅入内，身后晚霞漫天。我走哪去？他从袖中取出一张录引，我去取我的录引了，没有这个，明日怎么让官府承认你我成亲之事合理合法？外乡人来此，身上都要有录引，不然就要被抓去盘查审问。我揉了揉鼻子，嗓音微哑道，我还以为你反悔了。霍七推着轮椅往里走，我关上院门之后，一边跟着他，一边打开录引看了看，上头真的写着霍七。原来霍七不是假名字，他真名就叫这个。第二日一早，西街的小摊贩和邻居们都过来了，李大娘也来了，有帮忙打扫的，贴红纸的，挂红绸的。我今天穿上红嫁衣，施了宝粉，所有人都夸我好看，连穿着喜服出来的霍七也都看了我几眼，只是大家见到霍七都愣住了。卖猪肉的赵大哥道，新郎官这么俊。张大娘却把我拉到一边问，他这腿是站不起来了吗？我笑着解释是受伤了，过段时间就会好的。大家才放下心来。正热闹间，陆景云和纪如珍带着几个衙役突然出现在了门口。陆景云带着衙差来的时候，我和霍七刚拜完堂，霍七握着红绣球的一端，牵着我往小屋里去。4个衙役冲进了小院，慢着，我放下了团扇，挡在霍七面前。官府限我3日之内嫁人，如今我在期限之内成亲，你们还来做什么？霍七只是定定看着我，没说什么。领头的官差当即开口道，你嫁的是外乡人，谁知道是不是流民贼寇？本朝律令，良民不得与流民通婚。录引呢？拿出来看看。原本像我这样在官府上门后3日内就把自己嫁出去的人，他们这些官差就不用再上门了，即便要上门，也不能在人家成亲的当天来扰乱。实在是那位丞相府的小姐见不得我好，他们就来了。好在霍七昨日就出去取来了录引，他从袖中取出了录引，领头的衙役接过去念道：霍七，云京人士，来南州犯查，户籍来历，来此作甚，和官府的印章一应俱全。几个衙役传看了一遍，都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录引还给霍七，目光还一直打量着他。我讽刺道：几位官爷要不要留下来喝杯喜酒？领头的衙役喊了声走，带着几人灰溜溜的撤了。在场众人看衙役走了，又恢复了原来热闹的气氛，起哄道：送入洞房。院门口传来了一声讥笑，这席面也太寒酸了吧，酒也是便宜货。我闻声看去，就见纪如珍和陆景云携手而来，几个随行的婢女小厮对我订的席面挑挑拣拣。霍七是第一次跟状元郎打照面，却还是迈着伤腿把我护在了身后。纪如珍一抬头就看见了俊美如丝的新郎官，不由得怔了怔，他觉得这人看着有些眼熟，像是在哪见过。他以为陆景云的相貌已是万中无一，这男人竟然生得更俊美，霎时满心嫉恨。我冷眼看着两人，你们来做什么？纪如珍道，自然是来喝喜酒的。他身边的婢女说，再怎么说你也曾经是陆家的奴婢，奴婢嫁人哪有不跟主人禀报的道理？纪如珍笑着给了身旁的婢女一个眼神，婢女会意，把一个钱袋子扔到了我面前，这是状元郎和状元夫人给你的赏赐，还不赶紧磕头谢恩？我一脚把那个钱袋子踢了回去，要磕头你自己磕，想怎么磕就怎么磕，少来我面前找事。那婢女见状，叉腰骂道，你简直不识好歹。我刚要说话，就看见纪如珍身后几个小厮要掀桌子砸场子，我还没冲过去，就见霍七从身边掠了过去，一把按住了桌子。他就那样轻轻巧巧按住桌面，那几个小厮就怎么也掀不动桌子。下一刻，霍七一掌将人打飞出去，连同身后几个小厮都撞飞了，跌倒在纪如珍面前。纪如珍连忙躲到了陆景云身后。夫君。陆景云道，春枝，我夫人没有恶意，只是下人言行无状，还望你不要跟他们计较。我还没说话，就听见霍七沉声道，是不该跟下人计较，若非主人授意，下人岂敢如此？在场众人纷纷应和道，就是状元郎，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负了春枝，如今她嫁的良人，你还要带着夫人上门羞辱，实在过分。春枝不跟你们计较，是春枝大度。状元郎，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春枝何曾是陆家的奴婢？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问得陆景云脸色发青。霍七抬了抬手，大有一掌把陆景云和纪如珍都打飞出去的架势。我快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低低的喊了声夫君。霍七听到这声夫君，不由得顿了顿，明明是假成亲，但这一声夫君喊得实在令人心河荡漾。陆景云的表情很是复杂，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当着他的面喊别的男人夫君。我看着眼前这群人道，今日是我的大喜之日，但凡真心来贺喜的，都能喝一杯喜酒，若是来捣乱的，也休怪我不客气。纪如珍躲在陆景云身后道，我们怎么就不是真心来贺喜的？我给的礼金比这些人加起来都多。纪如珍在心里怒骂那些衙役都是废物，按照他原本的预想是让我交罚金，然后再拉去强行婚配，配个酒鬼赌徒，下半辈子都别想过好日子。我冷笑，谁稀罕你的礼金？你要是有钱没处花，先把你们欠我的1万2金还上。
周遭众人纷纷开口驱赶，不请自来的人给多少礼金都白搭。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无非是想看看春枝离了陆家之后过得有多惨。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我们春枝过得好着呢，离了负心汉，嫁得如意郎，春枝以后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走走走，别在这里碍眼，小心我拿大扫把扫你们。纪如真被众人对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捂着脸跑了。陆景云带着众人追纪如真而去。没一会儿，院中众人很快就恢复了热闹，新郎新娘入洞房喽。我和霍七被众人簇拥着进了洞房，又在众人的贺喜和打趣声中饮了合卺酒。张大娘从我二人头上各剪了一缕发丝，放入香囊之中，笑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众人吵吵嚷嚷的闹了一会儿洞房，被张大娘他们招呼着去院子里吃席。洞房里一下子就只剩下我和霍七，我有点尴尬又有点说不清的感觉。霍七坐着好一会儿都没出声，我喊了他一声：“霍七，你怎么不说话？”他好像不太高兴。我放下团扇，问道：“是不是因为我喊你夫君，你不高兴了？说好了假成亲，我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喊夫君。”我解释道：“当时院子里人太多了，我一紧张就喊错了。”霍七道：“喊错了？我对陆景云动手，你紧张什么？你到现在还喜欢他？”我连忙道：“怎么可能？”霍七盯着我道：“那你紧张什么？”我对上他的视线，解释道：“自然是紧张你啊，你伤得那么重，若是动手的时候伤上加伤，那可如何是好？”霍七顿了顿，所以你不是紧张陆景云，你是紧张我，不然呢？而且他是状元郎，他夫人是丞相侄女，咱们只是普通百姓，得罪了他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说了半天，他又不吭声了。这时外头有人大声喊：“新郎官这么早在洞房做什么？出来喝酒啊！”喜宴散时已是夜半，霍七是被众人直接抬着送回床上。这些人闹哄哄的来，闹哄哄的走。我伸手去摸霍七的额头，却被他握住了手腕。他睁开眼，看到我吃痛的表情，才松了手。我问：“你喝了多少酒？不是跟你说了，身上有伤，不能多喝吗？”他缓缓坐了起来，神色清明，不像喝醉了的样子，只吐出一句：“没喝多少。”我站在榻前看了他片刻，准备出去打盆水来给他擦擦脸。可去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门被人从外面拴上了。我有些尴尬的回头看向霍七，门被人从外面拴上了，委屈你在这屋睡一夜。你放心，我打地铺绝不会损害你的清白。他闭了闭眼，回道：“随你。”我从香笼里拿出铺盖来，在床榻边打了个地铺，龙凤喜烛要燃到天亮。我躺在地上有些睡不着，侧身对着床榻说道：“霍七，今日多谢你。尽管这事对我来说是交换，我让霍七留下养伤。霍七跟我假成亲瞒过官府，但还是觉得要谢谢他。今天多亏了有霍七在，不然那2桌席面都会被砸得一干二净。”霍七道：“我不要口头的多谢。”我抱着被子坐了起来。那你要什么？霍七眸色悠悠地看了我一眼，闭上眼不理我了。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外头的门栓已经打开，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热心。今天不卖豆腐，我把院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香满楼的人来把桌椅碗筷都搬回去。霍七也起了，坐在轮椅上，推着轮子出来。吃过早饭，我便出门去河边洗衣服，所以不知道有人悄悄来到了我的院中。那人越过屋檐，跃入院中，几步冲入屋里，朝屋里的人跪地行礼，属下来迟，还请王爷降罪。还在换药的霍七拢了拢衣襟，起来说话。江河愧疚难当道：“王爷，都是属下护主不力，才让您受了如此重伤。”霍七道：“此次本王巡查南州，领的是密旨，却遭人暗袭，说明朝中早有人跟南州官员勾结，敌暗我明，遇刺在所难免，你不必自责。”那些刺客都是不要命的死士，将霍七和随行护卫冲散。原本他们还找不到王爷的下落，直到昨日王爷发了信号，找他们做假录引才联系上。江河说：“南州是宁王的封地，您在他的地盘遇刺，宁王却一点表示都没有，可见此事跟宁王脱不了干系。有没有干系，一试便知。”霍七道：“你假装成本王，继续带人在明面上巡查南州，本王暗中查访，定要将南州诸事查个底朝天。”江河见王爷没有离开此地的意思，问道：“王爷准备在此逗留多久？”昨天王爷吩咐他们做假录引的时候，江河悄悄跟了过来，看见王爷跟一个商户女子拜了天地，吓得差点从屋檐上栽下来。长安王的婚事一直是帝后最看重的，却在临水镇这样的小地方跟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女子成亲了。江河忍不住问：“昨日属下路过此地，不小心看见了，你看见了什么？”江河硬着头皮说：“看见了王爷娶妻。”霍七沉声道：“权宜之计，休得多嘴，退下吧。”我洗完衣服回来的时候，看见屋子里的霍七，想了想，问道：“一直待在屋里闷得慌，要不我带你出去转转吧？”霍七只神色淡淡道：“不用。”看他是真的不想出门，我也就没有再提。下午我把豆子泡上，出去给霍七带了一副拐杖。坐轮椅出门不便，我在孙木匠那里看到这副拐杖还不错，就给你买回来了，你试试。看眼前女人穿着半旧不新的青布衣衫，头上连根银簪都没有，只带着一朵不值钱的绢花。她来这里好几天，也就昨天成亲的时候见她穿新衣，可见是个很节俭的人。给她花钱买东西倒是挺大方的。霍七思及此，不由得想，她该不会真把自己当赘婿养了吧？你这样看着我做甚？我被她盯得有些不自在。昨日拜天地的时候，霍七强撑着走路会牵动伤口，后面纪如真和陆景云来闹事，他还帮着把人镇住了。昨夜霍七说不要口头的多谢，口头感谢确实是虚的，为他花银子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今儿看到这副拐杖就买了。霍七没说话，接过拐杖撑着走了2步，忽然问道：“你以前养他的时候也这么舍得花银子啊？”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霍七再次开口道：“
你以前也是这么养陆景云的。我有些尴尬，你问这个做什么？真要比较的话，养你可比养陆景云省钱多了。陆景云是读书人，先前上书院每年的束修都要10两以上，笔墨纸砚等花销也不少，平时里还要买书跟同窗们走动。去京城之后，这样那样的花费更是翻倍的涨。我这些年卖豆腐赚的银子，几乎全都花在了陆景云身上。如今不用养陆景云了，手头反倒宽裕了起来。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他好像不高兴了，刚才还好好的，难不成是因为说养他比养陆景云省钱？霍七将新到手的拐杖搁在了墙角，坐回轮椅上，推着轮子回屋去。我喊住他，马上就要吃午饭了，你回屋做什么？中午做东坡肉、瘦肉羹。推轮子的手慢了下来，霍七的轮椅转了半圈，语气有些生硬道：今天不怕我把你的屋子烧了？我道：我在旁边看着呢，烧不了。以前跟陆景云在一起的时候，我舍不得让他做这些粗活，总想着陆景云是要做状元的，状元郎的手应该写诗作画，弹琴折花，不该沾染半点俗物。这样想来，陆景云说我是家中奴婢，似乎也没错。所以说，男人不能惯。饭后，我去前边的小作坊里磨豆子，嘱咐霍七把碗筷洗了。霍七挑眉道：你让我洗？我反问：怎么？你的手很金贵，洗不得碗筷？见他不说话，我当即又道：不洗碗，帮我磨豆子也行。霍七推着轮椅洗碗去了，让堂堂长安王去磨豆子，也不怕那些人吃了这豆子做的豆腐折寿。我为了成亲，歇了2日没出摊，到第3天天没亮就起来做豆腐了，赶了个大早出摊。这2天没来，另外一个卖豆腐的正经生意特别好，我一出摊，那些老客就都回我这边买了。我俩本来也不对付，这会儿他酸溜溜的说，还以为春芝嫁了个如意郎君，以后再也不用跟我们一起早出晚归的摆摊做小生意了。哪知道你那夫君也是个不中用的，成亲才2日就要你出来卖豆腐贴补家用。早知道这样，你还不如给状元郎做妾，怎么说也算半个官夫人。我没理会他，继续称豆腐，依旧是不到晌午就把豆腐卖完了，特意留了一块豆腐给张大娘，收拾摊子准备回家，我才回了正经一句：你觉得做妾好，自己去做妾便是了，在这跟我说这么多做甚？我向来是与人为善的，从不平白无故与人起争执，却也不怕事。正经是个寡妇，前些年丈夫病故了，卖豆腐的时候顺带着跟人勾勾搭搭，豆腐做的不怎么样，风流韵事却不少。前些日子有个员外原本看中了她，想拿她做妾，一听她克夫的名声又退却了。正经被我一句话气得满脸通红，不再说话。回到巷口的时候，碰上了匆匆忙忙跑出来的李大娘，见到我就喊道：春芝，你可回来了，你亲生父母找来了，快回去看看吧。我被人贩子拐到临水镇来已经10年了，一开始也想过要找到亲生父母，后来陆景云带我问遍了附近州县的县衙，都没有丢失我这个年纪的女儿。李大娘跟在我身后，急忙说道：我看他们穿的还挺光鲜，看着像是不缺钱的，要是他们早2天找过来就好了，那你就不用嫁给一个坐轮椅的。回到豆腐作坊，就见了门前站着一对40来岁的中年夫妇，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果真如李大娘说的那样，这3人都衣着光鲜。我放下板车，走上前问道：你们是？春芝，我的女儿啊。40来岁的中年妇人一把就冲过来抱住我，哭道：我可怜的女儿啊，都怪你兄长非要带你出去看灯会，才让你被拍花子拐了去。这10年，我们一家人找了你整整10年啊，可算是让我们找到了。这位大娘，你先放开我。我试图掰开中年妇人的手，可是对方抱得太紧了，根本就掰不开。中年男子上前道：你别哭了，小心下，这女儿。20多岁的年轻男人上前：春芝，我是你兄长啊，我叫春福，我曾经生过一场重病，把9岁以前的事都忘了，所以不记得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也不记得家中是否有个兄长。这些人一来就喊春芝，我强行把中年妇人的手掰开，后退一步看着眼前3人，你们说你们是我的家人，可有凭证？中年妇人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后腰有个粉色的胎记，状似桃花。春芝，娘知道你这些年过得很不容易，对外人警惕些也没什么，以后有爹和娘护着你，你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中年妇人说着，想来拉我的手，身后的院门在这时从里面打开，霍七拄着拐杖走了出来，有他站在身后，我顿时安心了许多。看着眼前的一家3口，是嗓音微冷道：可我以前不叫春芝。对面3人闻言顿时变了脸色。春芝这个名字是我流落临水镇，被陆景云捡回家之后重新取的，因为那场重病，我忘记了以前的事，也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名字。若这一家3口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和哥哥，必然会喊我原本的名字，而不是春芝。但他后腰处的确有一个胎记状似桃花，这3人半真半假，肯定有问题。我警惕道：你们究竟谁？假冒我亲生父亲有什么意图？那中年妇人愣了一下之后，立马改口：以前当然不叫春芝，你叫小玉，是我的女儿，这是怎会有假？年轻男人立刻附和道：我和爹娘来之前打听过，知道街坊邻居都喊你春芝，这才改口喊你春芝的。中年男人道：是啊，小玉，爹娘苦苦寻找了你10年，怎会有什么意图？我们只想找到你一家团聚啊。这3人看我不信，还主动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年轻男子说他叫苏荣，爹爹叫苏福，母亲冯氏，我以前叫苏玉。苏荣道：小玉，以前我们在家都喊你小玉的，你忘了吗？我的女儿啊，你流落在外这么多年，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怎么连自己的亲生爹娘都忘了？冯氏哭着又要上来抱我，我侧身一避，躲开了。霍七拄着拐杖上前：你们说春芝是你们失散多年的女儿，可有凭证？可有人证？户籍文书何在？周遭围观的邻居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春芝是陆景云自己捡回家的童养媳，在陆家生活了10年，小年纪就在外头做工，给人将洗衣裳，在酒楼洗碗，也在药堂当过学徒，什么苦活累活都做过，硬生生靠一双勤劳的双手供出了一个状元郎。这忽然找上门来认亲的苏家3人，说不定就是冲着春芝能赚钱来的。苏荣解释道：我与爹娘一听到小玉有消息，就立刻赶了过来，凭证和户籍文书都在家里放着。至于人证，我们那的街坊邻居都是人证，
都知道我们苏家10年前走丢了一个女儿，只要小玉跟我们回去，在附近一问便知。冯氏还说，小玉啊，我们苏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家境还算殷实，家里还有2个小丫鬟负责洗衣做饭。你跟我们回家之后，再也不用辛辛苦苦卖豆腐养活自己，娘再给你找门好亲事，给你添妆，风风光光的出嫁。对，苏福道，听你娘的，跟我们回家去吧，我已经成亲了。我淡淡道，他们说这么大一堆，就是为了让我跟他们走。若是苏家3人真的在附近打听过，就会知道我已经跟霍妻成亲。作为上门认亲的亲生父母，只想着把女儿认回去，却不认女婿，还张口就说要另外给找门亲事，哪有这样认亲的？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对劲。我说我与夫君夫妻和睦，断无抛下他的道理。苏荣见状，立刻道，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成亲，做不得数。妹妹，你是这些年过得太苦了，没见过好的，才把这个残废当个宝。等回了家，我给你找个达官贵人做夫婿，保管你日后舒舒服服当官夫人。做官夫人，我听到这话，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家3口就是来骗人的。苏荣还以为自己说动了我，笑着点头道，对，做官夫人。我抄起板车就往苏家3人身上撞，我看你们是活腻了，胆敢当众骗人。苏荣等人当场摔倒在地，一家3口整整齐齐。霍妻想出手帮忙，愣是没找到机会。冯氏都倒在地上，还在那喊小玉，小玉，你这是做什么？我可是你亲娘啊！我叉腰骂道，呸，我娘才不会是骗子，你们最好趁早从哪来回哪里去，不然我就报官抓你们。苏家3口一听到报官，脸色都有些难看，一个个狼狈地爬了起来，夺路而逃。这一家3口走后，一众看热闹的邻居也各自散去。我推着板车进院子，霍妻拄着拐杖跟在我身后问道，你怎么知道那3人是骗子？我头也不抬地说，猜的，我以前不叫春枝，但叫什么我给忘了，他们一来就喊我春枝，这明显有问题。霍妻道，他们后来不是改口叫你小玉了？是啊，想必你也看得出来，他们是临时改口。我把豆腐筐洗干净了，放在院子里晾，回头跟霍妻说，你顺手把院门带上。霍妻已经习惯被我指使着做这些小事，什么都没说，就回头关上院门。我同他说，我在临水镇这么多年，亲生父母都没有招来，怎么一成亲就有人找来了呢？有人说血脉至亲之间都有一种特殊的感应，但是我看到那3人的时候完全没有。霍妻道，就因为这个？当然不完全是因这个，那个冯氏哭得太过了，有点假。霍妻沉默了一下，才开口道，但他们知道你后腰有个桃花胎记，这正是最奇怪的地方。我刚想说自己后腰上的确有一块桃花胎记，但是当着霍妻的面说这个似乎有些不太妥当，便说不是亲人，却能知道我身上的胎记，这才是问题所在。想想整个临水镇知道我后腰有桃花胎记的人，只有陆老夫人和陆景云，而且我最近跟这2人闹翻了，且不说陆家人会不会做出故意招人假冒我家人的事，光是苏家的3人想着把我带回去之后另嫁，这里头就很有问题。我把自己发现的几处不对劲一一说给霍妻听，霍妻不语，只是眸色如墨地看着我。我继续分析道，若他们真是我亲生父母，在找我的那一刻，至少要问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可他们什么都没问，就说让我跟他们走，不像是要带我回家过好日子，更像是要把我骗去卖了。霍妻笑了下，你还挺警惕。我仰头道，不警惕能怎么办？毕竟我长得还不错，要是骗去卖了，还能值不少银子。霍妻在院子里找了个把椅子坐下，说是就说是，怎么还夸上自己了？说到这个，忽然想起这男人先前曾说我只是五官分明，相貌平平，便懒得跟他争论了。苏家3人逃离桃花巷之后，偷偷摸摸去了陆宅。纪如真看到他们3个搞得这样狼狈，就知道事情没办成，蹙眉问道，怎么弄成这样？冯氏道，我们都是按照您交代的那样做，可那个小蹄子油盐不进啊，白瞎我哭了半天。苏福道，还有他那个夫婿也是厉害的，一开口就问我们要凭证，要户籍文书。苏荣道，那个春枝心思缜密得很，一眼就看出我们几个不是他的家人，不仅不肯认亲，还用板车把我们几个撞了。他还说要报官抓我们。纪如真听到他们3个说话都头疼，当即打断道，所以你们就跑回来了？他报官，你们怕什么？有我在这，县令还能动你们不成？苏家3人见纪如真面露不悦，登时闭了嘴。一旁的婢女立马开口道，办事不力的废物，还在夫人面前碍什么眼，还不快滚！他们走的时候，陆老夫人刚好过来看见了。陆老夫人觉得春枝留在临水镇会影响陆景云的名声，跟纪如真一合计，就把春枝后腰上有个桃花胎记的事告诉了他。至于纪如真究竟要怎么做，陆老夫人并不知情。她一边走进前堂，一边开口问道，方才那几人是？纪如真见是婆母，便同她直说了。我原本想让人假装春枝的家人，骗她离开临水镇，走得远远的，免得她再损坏我和夫君的名声。没曾想这3人都是蠢的，竟然被春枝识破了。被春枝识破了，陆老夫人一听这话，心道那还得了？那现在怎么办？纪如真道，能怎么办？反正他们也不敢把我供出来，只是春枝和他那个夫婿一直留在临水镇，临水镇的人一看到他们就会谈论我和夫君，着实恼人的很。婆母，你还有别的法子没有？虽说纪如真和陆景云只是回乡探亲，接上陆老夫人之后就会离开这个镇子，但流言一直都在传，就浑身难受。陆老夫人这辈子最在意就是陆景云，她的前程和名声绝不能毁了。于是陆老夫人想了想，还真想出一个法子来。我担心霍妻在家待着养伤太闷，出摊的时候带她一起上街逛逛。霍妻跟我来到豆腐摊后，边上卖饼的张大娘笑着说，霍郎君也来了。霍妻点了下头，淡淡回道，张大娘好。我有些惊诧，没记错的话，霍妻只在成亲那天见过张大娘，只见过一面的人，她竟然就记住了，这是过目不忘啊。陆续有人来买豆腐了，看到我身边坐在轮椅上的霍妻，都要问一句，
春芝，这就是你新婚夫婿吧？问完了还得再夸一句，长得真俊，比状元郎还俊。我怕霍七尴尬，把腰间的钱袋子解下来递给他。你没事不要坐在这里被人围着看了，去前面转转，有什么想买的尽管买。霍七不接，皱眉道：你赶我走。他都没嫌弃坐在豆腐摊边上丢脸，这个女人竟然让他不要坐在这里。我把钱袋子塞进他手里，我是看你坐在这里无事可做，今早没来得及做早饭，你去前面李记的包子铺，他那肉包最好吃，菜包也不错，你看着买吧。霍七推着轮椅走了。隔壁摊的张大娘转头给我使了个眼色，说道：你这夫婿坐着轮椅呢，还有那么多大姑娘小媳妇偷偷瞧他，小心你家夫婿被别人勾走了。我道：他可没那么容易勾走。张大娘问：这话怎么说？我也不好跟张大娘讲。霍七说我在他眼里只是五官分明，相貌平平，这满大街的大姑娘小媳妇，只怕没有人能入他的眼。正忙着切豆腐，街头忽然来了一队官兵，二话不说就开始砸摊子，把买东西的人都吓走了不说，还大声嚷嚷着长安王巡查南州，所有街道全部清空。我见状连忙收起了豆腐，可霍七还没回来，我怕他一个坐轮椅的被这些官兵冲撞了，有些焦急的往他走的方向望去。卖猪肉的赵大哥走的时候还问了我一句：春芝，你还在这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走，小心他们把你的豆腐摊砸了。我一边应声，一边推着板车往霍七走的方向找过去。一个官兵许是见我长得好看，故意拦着我的板车不让我走。我蹙眉道：官爷。霍七就是这时候出现，直接推着我的板车把那个官兵顶了出去，冷冷道：长安王巡查南州，你还敢在这调戏良家妇女，活腻了。被顶倒在地的官兵爬起来就要朝霍七发难，带头的官兵把那个刚爬起来的官兵按住了，警惕地看着霍七，转头对倒地的官兵说：长安王已经来了南州，这些天别惹事。霍七虽然衣着简朴，还不良于行，但这一身的气派确实很唬人。霍七帮我推着板车往回走，一边问：他们到处砸摊子，你不赶紧收拾回家，来这边做什么？我说：自然是来找你，我是要马上回家，可你还没回来，我怎能一个人回去？我想着今儿是第一次带霍七出来，总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霍七微愣，有危险的时候先管好你自己，不必管我。我半开玩笑道：那怎么行？我可以不管你，但我不能不要我的钱袋子啊。对了，你买到里脊包子了吗？霍七没有回答，一路上都不吭声。回到豆腐作坊，我板车推进去后，想帮霍七推轮椅，结果他直接站起来，跨过门槛，又一只手将轮椅提了进来，然后又坐在轮椅上，推着轮子走了。他怎么好像生气了的样子？我追上去喊：你为什么不理我了？想了想，我猜测着问道：是不是因为说可以不管你，但不能不要钱袋子？霍七哼了一声，我只能解释道：我开玩笑呢，钱袋子重要，你也很重要，我都要管的。霍七声音有些冷硬道：花言巧语。感觉他心情又好了，我才松了口气。这人太难伺候了，动不动就生气。我看着豆腐筐里还剩下大半的豆腐，我说：今天的豆腐没卖完，我给你做豆腐宴吧。霍七不甚在意道：你随意。那好，你先把火升上，我去给李大娘他们送点豆腐。反正这么多豆腐，我和霍七两个人也吃不完，还不如分点给平日里互帮互助的邻居。霍七生活已经生得很熟练了，我回来就开始凉拌、油炸、炒煮和做汤。不一会儿，小葱拌豆腐、麻婆豆腐、焖豆腐、炸豆腐丸子、雪花豆腐、豆腐饺、青菜炒豆腐，还有一锅鱼头豆腐汤就做好了。霍七看着这一桌豆腐宴摆上桌的时候，神情颇有些微妙。等吃的时候，劲风卷残云一般，把每道菜都吃了大半。两个人8道菜，最后竟然吃得七七八八。我本是想着留一些晚上吃，没想到霍七这个不吃葱的，连小葱拌豆腐都没有放过，最后只剩下那锅鱼头豆腐汤没有喝完。我怕他吃太多撑着，忍不住提醒道：好吃也不要吃多，我下次再给你做。霍七道：我没吃多，我饭量本就如此。要知道他在京城的时候，每道菜最多只加3次，因为从小就有人教他要喜怒不形于色，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喜好。算起来活了20多年，他在这破屋养伤的这几天过得最随意。吃完饭后，霍七十分自觉地过去洗碗，现在都不用我叫他了。我在一边叹气道：也不知道这个长安王要在南州待多久。霍七回头看向我：怎么，你不想让他来南州？我道：不是我不想，是每次有大官来巡查南州，官兵们就不许我们出摊，也不许寻常百姓上街，好像生怕冒出个当街告状的。霍七状似随意道：以前出过这样的事。我想了想，说上次来巡查南州的那位张大人，说是什么张青天，有人拦路告状，那位张大人也接了个案子，可后来没几天，张大人所在的驿馆走水，连张大人和人证物证全都烧了个干干净净。霍七问我：此事你从何得知？我道：这是整个南州都知道啊，南州是宁王的封地，宁王就是南州的土皇帝，南州所有官员都为宁王马首是瞻。我虽然只是个卖豆腐的，但是西街有人专门收保护费，那些钱其实是当官的授意收的。霍七又问：你们就没想过报官？我笑了一下，这人怎么这么天真，上哪报官？南州之地官官相护，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们小老百姓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谁会去找死？霍七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想着最近几天都不能摆摊，我决定这几天先找人把院墙砌起来。2个小工忙活了3天，我看着新砌的院墙十分满意。霍七冷嗤了一声：修个破院墙，至于这么高兴？我点头道：院墙砌好了，我当然高兴，以后你走了，我也不用怕夜半有人翻墙。刚把霍七捡回家那天夜里，有流氓半夜翻墙进来找我，我到现在都心有余悸。想着，我又去东市买了些花苗种在院子里，等花开，院子就会变得好看了。离了陆家，我也能活得很好。霍七在屋里坐在轮椅上，看着江河送来的消息，听到院子里有锄地的声响，一抬头就看见那个女人在种花。小小一个破院子，倒是真的当成宝，真想跟她说别种了，等我养好伤带你回王府，
以后就做我的厨娘。王府里什么奇珍异草都有，哪样不比这些强？可惜现在还不能说。我歇了4、5天，连小院都整个捯饬了一遍，还是不能出摊卖豆腐。有客人找到豆腐作坊来问有没有豆腐卖，我就想着做好豆腐在家卖，院门口挂个招牌出去。吃饭的时候，我问霍七，要是在门前挂个招牌，叫什么豆腐好？桃花巷豆腐、春季豆腐，好像都有点奇怪。临水豆腐，霍七说这里叫临水镇，你在临水镇卖豆腐。我喃喃道，临水豆腐还不错，那就这么叫吧。你会不会写字？待会儿用布帛写上临水豆腐4个大字挂门口，就当是招牌了。霍七冷笑了一声，你让我给你写招牌？他长安王的墨宝，旁人1字千金都求不来，这女人竟然要他写卖豆腐的招牌？难道你不会写字？我有些惋惜，你看起来像是读过书的，我以为你会写字来着。那我自己写吧，我的字就是不太好看。霍七闭了闭眼，一字一句道，我会写。我不解道，你会写字干嘛这副表情？莫不是因为你的字也很丑？他突然说了一句，闭嘴。好吧，不知道这人为什么又生气了。用完饭，我找了一块红布出来，喊霍七过来写招牌。霍七推着轮子来到桌案后，起身提笔，却发现墨还没磨，便看了我一眼，磨墨。我应声，立刻开始磨墨。不一会儿，霍七提笔在布匹上写下临水豆腐4个大字。我不太懂书法，只知道这字写的真挺好看，于是夸赞道，你写的一手好字，定然也读过很多书，若是去考科举，说不定也能中状元。霍七不屑道，中状元有什么好的？我奇怪道，天底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想中状元的，中了状元便能当官，当了官便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霍七道，像陆景云那样。我顿了一下，也可以不像他那样。霍七看了我一眼，只可惜我这辈子是考不了科举，当不了状元了。我好奇道，为什么？霍七不说话了，莫不是我提起了他的伤心事？也许他是罪臣之后，或者家族出了什么大事才不能考科举，便安慰道，考不了科举也没关系，360行，行行出状元吗？霍七忍无可忍道，我暂时不想听到状元这2个字。好吧，我转身将写了临水豆腐4个字的布帛裁剪出来，做成旗帜的模样挂到门口，准备第2天就开始卖豆腐。可就在第2天刚开张的时候，一群人凶神恶煞地冲进豆腐作坊来，带头的那个高声喊道，这豆腐作坊是我娘留给我的，现在我来接收了，不管你是谁，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东西滚蛋。来买豆腐的客人都被这些人吓得转头就走。我认出了这人是前房主的儿子吴信，此人好赌，败光了家业，才逼得连这个豆腐作坊都卖了。我道，这豆腐作坊6年前我就买下了，当时买卖双方都以签字画押，去衙门盖过印的。吴信高声道，你说你买了，房契呢？地契呢？我这才想起，当初买这个豆腐作坊的时候，写的是陆景云的名字，房契和地契也都放在了陆家。我微微一顿的功夫，吴信已经高声嚷嚷道，这人抢占我娘留给我的房屋，弟兄们给我砸，今儿一定要把他给我赶出去。跟着吴信一起上门的7、8个地痞混混，立马就开始掀摊子砸东西。我一个人抵挡不住，眼看着整筐豆腐都被他们砸在地上。就在这时，一根拐杖忽然飞了过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吴信身上，把他和几个地痞混混砸翻在地。我连忙按住了豆腐筐，回头看去，就看见霍七出现在眼前。吴信一手捂着胸口，一边怒声问，谁躲在暗处打你吴爷爷？有本事就滚出来！霍七拄着另外一根拐杖缓步而出，上去又给了吴信一拐杖，用拐杖将人摁在地上，冷冷道，我就站在这里，你待如何？吴信想爬起来反击，但始终动弹不得。霍七居高临下的俯视他，吴信慌了，高声叫嚷道，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狠狠地教训这个残废！同行的地痞混混仗着自己人多，又看霍七不良于行，7、8人摩拳擦掌，一起往前冲。霍七不紧不慢地提起拐杖，一句话都没说，把7、8个地痞混混全都打趴下了。原本被吓退了的客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叫了声好。我上前把掉在地上的拐杖捡起来，递给霍七。那些地痞混混抱头求饶，连连喊道，英雄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都是吴信叫我们来的。他说这个豆腐作坊是他娘留给他的，只要争回来就立刻卖了换银子，得来的钱我们人人有份。我就是来凑数的，方才他们动手砸东西的时候，我可什么都没动啊。霍七对我道，报官。我点头道，我这就去县里报官。吴信叫嚣道，报官就报官，这豆腐作坊是我的，你们强行霸占，就是报了官也得给我还回来。吴信仗着背后有人，被打伤了还越发嚣张。那位丞相之女状元夫人可说了，这卖豆腐的手里根本没有房契地契，就算是报官也得不到半分好处。同来的地痞混混马上道，今日之事与我无关，我们先告辞了。说着转身就走。慢着！霍七嗓音淡漠。那群想溜的地痞苦着脸慢慢转过身来，你还有什么吩咐？霍七道，砸坏的东西照价赔偿。几个地痞混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把身上所有的碎银和铜板都摸了出来，放到桌子上。我们身上的银钱都在这了。霍七没说话，冷冷地看了吴信一眼。几个地痞混混立刻围上去，把吴信从头到尾搜了一遍，连最后一个铜板都没有放过，全都放在了桌子上，全在这里了。吴信气得破口大骂，我们是来争房屋的，不是来当狗的。几个地痞恨不得把吴信的嘴缝上，对着霍七和我点头哈腰道，我们能走了吗？霍七冷声道，滚，我们这就滚。地痞混混们说滚就滚，吴信也跟着往外跑。我看了眼身旁的霍七，这男人真没白救，关键时候还是很顶用的。本来找上门来买豆腐的人还没那么多，被吴信带人那么一闹，看热闹的人多了，顺便买块豆腐回去。我今儿只做了1筐豆腐，很快就卖光了。就在我准备做第2筐的时候，霍七拄着拐杖走到我身侧问道，不是说要去报官？我叹气道，吓唬吓唬吴信罢了，我一天卖豆腐才挣几个铜板，去县衙一趟今年都白干了。
霍七道：“那下次他们再上门找麻烦，你准备如何应对？”我一边磨豆子一边笑道：“这不是有你在吗？”霍七挑眉道：“这时候倒是不提我迟早要走的事了。”我笑了笑：“今日你把他们都打了，想必他们也不敢再来。”霍七闻言问我：“你是不是不会写状纸？”我愣了一下，小声说：“这个我还真不会。去铺纸磨墨，我替你写。”我有些踌躇。霍七见状，当即又道：“你自告你的，县衙哪个敢收你的钱？”我说到这，他打住了。原本他想说我立刻摘了他的乌纱帽，但这话不能说出来。我道：“你要怎样？”霍七把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改口道：“我帮你要回来。”我诧异道：“你还有这胆量呢？”他好像不耐烦了，说道：“别废话，赶紧铺纸磨墨。”我迟疑道：“可是当时买下这个豆腐作坊的时候，房契和地契写的不是我的名字。”霍七俊脸微沉道：“没写你的名字，那写了谁的？”我小声道：“陆景云。”霍七笑了：“你赚的银子，你买的房屋，写的是陆景云的名字？”我看他虽然在笑，但眼里温度全无，隐隐还有怒火中烧的迹象，一时间没敢应声。他没说话，直接拂袖而去。我小声问：“你中午想吃什么？”霍七没回答，而且进屋之后就没了动静。我磨完了豆子，开始做豆腐。到了做午饭的时辰，霍七还不出来帮忙，我就走过去敲了敲门：“霍七，出来生火了。”他没应声，我推门进去：“你一直待在屋子里做什么？出来啊！”一进去就看到他手里抓着一把豆子，在桌子上排队列阵。这么大个男人们在屋子里玩豆子，是不是刚刚真把他气到了？见他不理我，我就自己生了火。做好饭后，把煮好的面端到八仙桌，拿着扇子往霍七所在的那个屋子扇风。不多时，霍七就拄着拐杖走了出来。我递了一双筷子给他，看他默不作声的吃面。我解释道：“买这个豆腐作坊的时候太急了，过户的时候我年纪小，又是外来人，官府不给办过户，而且我那时候住在陆家，觉得自己吃陆家的喝陆家的，应该多回报他们。”霍七语气淡漠道：“你既然这样想，还离开陆家做什么？”他都怀疑，如果没有他在这里，这女人可能早就回去给陆景云做妾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说，而且我欠陆家的早就还清了，现在是他们陆家人欠我的。霍七吃着吃着，眉目渐渐舒展开来了。傍晚的时候，衙役找上门来跟我说，吴信去县里报官了，说春枝侵占他家的豆腐作坊，案子已经呈上去，3日之后开堂会审，你要按时到场。我有些愕然，我还没告吴信，吴信先去县衙告我了。来传话的衙役道：“就是这么个事儿，3日之后，你记得一早到县衙来等候县令大人传唤。”霍七见我还没回过神，问道：“3日后便要开堂受审，你有何打算？”我想了想，说：“我得去一趟陆家，找陆景云把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要过来。”他问：“怎么要？”我回道：“还能怎么要？就直接要啊！人家状元郎如今春风得意，哪里看得上我这么个小小的豆腐作坊？”霍七却说：“要是陆景云不给呢？”我忍不住道：“你能不能不要乌鸦嘴？他要是不肯给，那我就在陆宅门口一哭二闹三上吊，闹到他给我为止。”霍七看了我一眼，说道：“我跟你一道去。”我摆摆手：“不用，这点小事哪用得着你出手？”他却说：“放心，我不出手，主要是想看看你怎么在陆景云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我跟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没必要让你来回奔波。”他却反问：“是没必要让我来回奔波，还是你想单独见陆景云？”我皱眉解释：“我单独见他做什么？我只想要回房契和地契。”他淡淡的说：“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说完就转身进屋去，直接把门关上了。这人怎么说生气就生气，也太难哄了。我看了看，天还没黑，往陆宅去。如今的陆家跟从前不一样，门口还多了2个家丁守着，他们不让我进门，只说陆大人不在。我又说：“那我找陆老夫人。”家丁回道：“老夫人病着，不见客，想来只是不想见我罢了。”我心里有数，又说：“那我找陆夫人。”家丁不屑道：“你以为你是谁？我们状元夫人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一个卖豆腐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就打断道：“既然你们不肯通传，那就别怪我闹了。”我撸起袖子，不再废话，大声喊：“我来陆家拿回我自己的东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陆景云欠我的银子还没还清呢。状元郎了不起啊，状元郎就可以欠人银子不还啊！”路过陆宅门前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看热闹，2个家丁连忙劝我：“别喊，别喊，我们这就进去通报。”不多时，进去通报的家丁出来，把我领了进去。纪如珍一副闲事悠然的模样，缓缓问我：“你来做什么？”我开门见山：“我来拿我的房契和地契。”他却说：“这里是陆家，没有你的东西。在你离开这里的那一天，陆家的所有东西都跟你没关系了。”我坚持道：“我今日来只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他问：“若是我偏不给你呢？那我就找陆景云要。”我说：“问问他是不是真的那么不要脸，连我的东西都要昧了去。”你纪如珍一听我要找陆景云，气得不行。我看他的神情，基本猜出他不想让我再见陆景云。我当即说：“你不想让我再见陆景云，就把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给我，否则……”他一脸警惕地看着我：“否则什么？”我冷笑：“否则我就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新科状元为了娶高官之女，抛弃糟糠妻，还占着糟糠妻的丁点家产，2人都是一对不要脸的东西。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在乎名声，我可不在乎，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你敢威胁我？”纪如珍当即要喊婢女和小厮把我赶出去。我说：“你赶我一个试试。”我前脚出了陆家大门，后脚就让大家伙都来看看状元夫人是怎么欺负人的。纪如珍一时赶我不得，也拿我没办法。我再次开口，要我走可以，先把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拿来。他却说：“我哪有什么豆腐作坊的房契地契，那我自己去书房拿。”我说着就往书房走去。他却道：“你去了书房也拿不到，陆家已经没有你的东西，但凡跟你有关的东西，我全都让人烧了。”你说什么？我折返回来，大步走到他面前，那是我起早贪黑攒了好几年的银钱才买下的。他轻飘飘一句烧了就烧了，
就在这时，陆景云回来了，他愣了一下，问我：“春芝，你来做什么？”我还没说话，纪如真先起身扑进他怀里。夫君，他欺负我。陆景云扶着纪如真站稳，我知道他说我欺负纪如真，他是不会信的。堂堂丞相之女，状元夫人，怎么可能被我一个卖豆腐的欺负？他一手扶着纪如真，对我说：“你有事可以直接找我，找我夫人作甚？”我说：“我来拿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你这位好夫人说：“他已经烧了，全烧了。”他闻言眉头微皱，问纪如真：“好好的，你烧他的房契和地契做什么？”纪如真说：“我先前跟夫君说过的，这个家里不该留下的东西，全部都烧了，烧得干干净净。”陆景云一时无言。我说：“豆腐作坊前户主的赌鬼儿子今日找上门来跟我打官司，要抢我的豆腐作坊。现在地契和房契被你夫人烧了，你自己说该怎么办？”纪如真却道：“烧了就烧了，还能怎么办？你那个小小豆腐作坊能值多少银子？折合成现银，我赔你便是。高官之女，从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知道没有一瓦遮头，无处可去的日子有多苦。离开陆家后，我就把豆腐作坊当成自己的家，有他在，我就不至于无处可去。现在连这个地方都要被人抢走。”我怒道：“我不要折成现银，我就要我的豆腐作坊。”陆景云轻轻拍了拍纪如真的后背安抚，然后对我说：“你跟我来。”我站着没动，纪如真拉住他的手：“夫君，你要跟他单独说什么？”他低声道：“我送他走。春芝，跟我出来。”我本来不想理他，可他说房契和地契没了，还有我这个人证，何时开堂审案？我到场为你作证。我才跟他走出了前堂。他送我出门，说：“你我即便做不成夫妻，也有多年同苦的情谊。若你愿意，便将我当作兄长。”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我不愿意。这次要不是为了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我绝不会再踏入陆宅一步。”他脚步微顿，侧目看我。我知道他发现我看他的眼神再也没有当初的温柔，只剩陌生和憎恶。他试图解释他烧房契和地契的事，我并不知情。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说：“状元郎贵人事忙，哪里会过问这点小事？无信跟我争豆腐作坊的官司，在3天后开堂审案，还请状元郎千万别忘了，到时候务必要抽空来一趟。”几句话的功夫就到了门前，他又喊住我：“春芝，你那个夫君来历不明，你切不可全然信他，要多留个心眼。”我没接话，直接走了。霍妻来历不明，关他陆景云什么事？我只是暂时跟霍妻做对假夫妻，又没打算陪上下半辈子。回到豆腐作坊，霍妻又在那摆豆子，也不知道豆子有什么好玩的。他头也没抬，直接问我：“没拿到？”我诧异：“你怎么知道？”纪如真说他让人把我的东西全烧了，连豆腐作坊的房契和地契也烧了。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连房契和地契也烧，这可都是银子啊！他拿豆子摆阵，随口说：“你送给陆景云的东西，他看着碍眼，烧了也不奇怪。”我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他这话里有话。他抬眸看我，那眼神似乎在问：“怎么不说了？”我转了个身，背靠窗台，低声喃喃：“没了房契和地契，还怎么证明这个豆腐作坊是我买的？”他问我陆景云和纪如真怎么说，我说纪如真说把豆腐作坊折成现钱给我。他看着我，微微挑眉：“你还挺有本事，能让纪如真赔您钱。”他一开始可嚣张了，是我拿他和陆景云的名声要挟，他才说折成现银。他问：“折成现银不是挺好的？你们要？”我不想折成现钱，我就想要这个豆腐作坊。我说我后半辈子就靠这个豆腐作坊过活了，折成现钱，我以后住哪？霍妻没出声，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继续说，陆景云说等开堂审案那天出场替我作证，我就先回来了。他问，要是开堂审案那天陆景云不来，你准备怎么办？我想说陆景云还不至于那么言而无信，可他连娶我都失信了。霍山又缓缓说，你不觉得无信上门跟你争豆腐作坊，和纪如真烧了房契地契，这是过于巧合了吗？我转身看向他，你是说无信上门跟我争豆腐作坊这事是纪如真授意的？他道，极有可能。我想不通，可我已经离开陆家，再也不会跟陆景云有任何瓜葛。纪如真为什么要这样做？霍山继续摆弄着豆子，悠悠说道，我猜纪如真是想逼你离开临水镇，只要有你在，整个临水镇的人一看到就会想起状元郎抛弃糟糠童养媳，另娶高官之女的事。他想让你离开临水镇，这并不奇怪。我喃喃自语，可我不会离开临水镇，离了临水镇我还能去哪？他抬眸看我，天下何其大，九州风光各有不同，你就不想去别的地方看看？我说去别的地方看看也得我自己想去，而不是别人逼我离开。他点点头，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话说回来，你还没说，要是开堂审案那天陆景云没来，你怎么办？他把桌上的豆子堆到一起，又把话题拉回来。我说要陆景云不来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房屋买卖在县衙会有流当记录，要真是纪如真授意无信来跟我争豆腐作坊，那县里的凭证也可能会烧了丢了。所以陆景云最好还是说到做到，按时出现的好。霍山笑了一声，说道，其实不用陆景云，也还有一个办法，大兴律令，凡是开堂审案时原告未曾出席的案件，当场作废。我想了想，你是说要是开堂审案那天无信没出现，这个案子就作废了？他点点头，用一种孺子可教的眼神看着我。我想了想，双手合十祷状，神佛在上，请保佑信女心愿得偿，让无信入门被马车撞，喝水被呛，走黑夜被抢，最好大病一场，几个月都下不来床。霍山捏起一颗黄豆，弹到我额头上，求神不如求我。我睁开眼看着他，求你有什么用？你还能去把无信打得来不了公堂不成？他缓缓说，或许呢。我没把他的话当真，抬手摸了摸额头，你还是好好待在这儿养伤吧。我明去城隍庙烧高香，希望神仙能保佑我心想事成。说完回屋忙针线活去了。霍山悄然来到院子后面，吹响了哨子。不多时，江河循声而来，单膝跪地行礼，王爷。霍妻吩咐道，找到今日来此闹事的无信，打断他的腿。啊！江河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啊什么？记住，不能让无信知道是谁打的。是。
江河当即应下，还有那个陆家，天干物燥，容易走火。我在院子里找了一圈，没看到霍七，走到后院才看到他。霍七，你在这儿啊？我叫你，你怎么不应声？他说刚听到。我把刚做好的衣袍递给他，衣裳做好了，你拿去试试。他伸手接过来，一手拿衣裳，一手撑着拐杖往屋里走。我方才好像听到有人说话，可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我觉得奇怪，环顾四周多看了几眼。他进屋后见我还在后院看来看去，喊了我一声，过来帮我更衣。我一边走过去一边说，你先前不是要自己穿吗？先前伤势最重的时候还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怎么现在又要我帮你？拿新衣裳给他换上，大小长度都正好，竹青色很衬他，我看了颇为满意，我手艺还挺好的。他理了理袖子，尚可，又是尚可。我忍不住问，在你这儿是没有好字吗？就会说尚可。2天眨眼就过，很快就到了开堂审案那天。我一大早就搭隔壁王大爷的驴车去县里，今天县里有几桩案子要审，一时半会儿轮不到我，我只好在一旁等着。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下午，因为原告和证人迟迟没到，告我的案子从第3个推到了最后一个。前头的案子都审完了，轮到最后一个时，因为原告一直没来，这案子没法开审，县令大人只能宣告此案作废。可就在他拍响惊堂木准备宣布时，几个地痞混混抬着担架过来了，担架上那人从头到脚裹了好几层白布，根本看不出是谁。师爷一看，高声问，堂下何人？因何作此打扮？草民无信。那人说话都带哭腔，整个人瘫在担架上，爬都爬不起来。我忍不住心想，莫不是我求神拜佛真有用，都应验了。县令大人难以置信地问，你是吴信？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吴信说，草民昨夜被人打了。县令问，谁打的你？不知道啊。他说，那人打我之前套了麻袋，我没看见他的脸。县令和师爷耳语了几句，师爷问，你最近可跟什么人结仇了？他。吴信用缠满白布的手颤抖着指向我，我连忙说，民女昨日和夫君一直在自家小院里，并未外出，四周邻居皆可作证。吴信却道，他那个夫君看着是个残废，其实能打得很。前些日子我带兄弟们上门要回我娘留给我的豆腐作坊，他那个残废夫君硬生生把我们几个都打趴下了。是他，昨夜肯定是他打的我。我反驳，无凭无据，你凭什么血口喷人？他喊道，我近来不曾跟人结怨，只跟你有争端，谁知道你会不会为了那个豆腐作坊暗害于我？大人，县令大人，您要为草民做主啊！我忙说，启禀县令大人，民女的夫君前些日子伤了腿，不良于行，这些天基本没出过门，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吴信住哪儿，如何能将他打成这样？县令和师爷耳语了几句，说道，吴信被打之事暂且不论，今日审的是豆腐作坊归属于谁的案子，你们2人都说豆腐作坊是自己的，且拿出证据来。我回头朝堂外看去，陆景云明明说过他会来替我作证的，可他又食言了。县令拿起惊堂木，当堂一拍，就要断案。门外一声通报，状元郎来了。状元郎还真的来了。县令大人起身相迎，陆景云径直走进来，站到我身旁，说，桃花巷的豆腐作坊是6年前春枝在原户主李氏手中买下的，现任户主是我，房契和地契前些天因家中走水，不慎烧毁，陆某特来此作证。县令给了师爷一个眼神，心里暗暗叫苦，这状元郎和状元夫人怎么不是一条心？一个要他把豆腐作坊判给吴信，一个跑来给被告作证。吴信也很震惊，状元夫人让他来争豆腐作坊，这状元郎怎么跑来作证了？县令大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判了。吴信见状，艰难地挪到陆景云身边，低声跟他说，状元郎，是你夫人要我来争这个豆腐作坊的，你怎么能给春枝作证？他被打得伤很重，说话含糊不清。陆景云没听清楚，沉声问，你说什么？吴信又重复了一遍，是状元夫人，就是你夫人让我来争这个豆腐作坊的，你怎么能给春枝作证啊？这次陆景云听清了，他的脸沉了下来，难怪纪如真今天这儿疼那儿疼，拖着不让他出门，原来是怕他出来作证。吴信不知道纪如真瞒着陆景云做这事，说漏了嘴，还以为状元郎会改口，可下一刻陆景云却说，春枝买下豆腐作坊这事，我是人证，还请县令大人公正判案。既然有状元郎做人证，那这事肯定假不了。县令心想，让他们夫妻回家吵去吧，当场把豆腐作坊判给了我。陆景云还顺便让县衙给我补了房契和地契，这豆腐作坊本就是我花钱买下的，先前写他的名字，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把自己的都当成陆家的。如今我离开了陆家，也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天黑前，我拿到了补办的契书，离开县衙，准备回临水镇时，陆景云也走了出来，喊住我，春枝。我回头看他，想起他来帮我作证，于是说道，今日之事多谢你了。他说，你我之间不必言谢。我忙说，这话不要乱说，你已婚，我已嫁，你说这样的话，若让人听见，难免要误会。他眸色复杂地看着我，春枝，你我即便做不成夫妻，也能做兄妹，你何必拒我于千里？我说，你我做不成夫妻，也做不成兄妹。人往高处走，若他早些告诉我他要另娶高官之女，我也能理解，毕竟我一个卖豆腐的，的确配不上状元郎。可他偏要瞒着我，还带着新夫人回乡时说我是家中奴婢。我不是死缠烂打的人，只想要他一句话解释，可他一句都没有，还要让我做妾。10年陪伴，他竟然一点也不懂我。陆景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天快黑了，你一个人回镇上不安全，坐我的马车走吧。不用了，我说，我自己去车行租辆马车就行。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我却道，先前你我不见面，你夫人尚且找了吴信来跟我争豆腐作坊，要是我坐你的马车回去，你夫人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他只能说，那你自己小心。我嗯了一声，
转身离去。去车行的路上，我买了些卤肉和2坛子酒。到家时，天色已晚，院门前点了灯，我看见霍七坐在八仙桌旁，灯火昏黄，笼罩在他身上，整个小院都暖意融融。他抬眸看我，回来的这么晚，还这么高兴。我笑盈盈地说：“县令大人把豆腐作坊判给我了，我当然高兴，还买了卤肉和酒回来庆祝呢。”他闻言有些奇怪地问：“那个吴信来县衙了？”我说：“是啊。”他被人打得好惨，全身包着白布，被人用担架抬着来的。霍七暗想，低估这些市井小民对银钱的执着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把卤肉盛进碗里，点起灶火，快速炒了2个菜，端到桌上，又找出2个杯子，给自己和他各倒了1杯酒。我说：“今日县令大人不仅把豆腐作坊判给我了，陆景云还给我过了户，值得庆贺，咱们喝一杯。”他看了我一眼，淡淡问道：“陆景云还真来定作证了？”是啊。我举起酒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也端起来。他端起酒杯，又问我：“你跟陆景云一起回来的？”我才不跟他一起。我说：“我自己租马车回来的。”说完，我举杯跟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县里买的果子酿，甜甜的，很好喝。我喝了1杯，又给自己满上。果子酿喝起来甜，但后劲很足。我连着几杯下肚，酒意上头，看眼前的霍七，越发觉得俊美可亲。他被我看得有些燥热。“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我大概是有些醉了，脱口而出：“你好看啊。”他笑了一下：“难不成你见到好看的人都这样盯着看？”倒也没有。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不会盯着别人看，但你是我夫君。他轻笑道：“这时候不提你，我是假成亲的事了。”我把食指放到唇边，你还是不说话的时候更好看。我还想喝酒，拿起酒杯却发现空了，拿起酒坛给2个杯子都满上，带着醉意问：“霍七，你是不是快走了？”说着不受控制往他身上倒去。他没推开我，为什么这样问？我说：“不知道，就是感觉你伤好了就会走。”他一时没说话，只是垂眸看我。我靠在他身上，喃喃道：“你走了之后还会回来看我吗？”来到临水镇这10年，我把陆家当成家；离开陆家后，我把豆腐作坊当成家。我一个人太孤单了，所以把这个捡来的男人当家人。清醒时我知道他是过客，迟早要走，可喝醉后却忍不住问他会不会回来。他说不会。听到这2个字，我忽然有些伤心。不回啊，那就算了。他沉吟片刻，低声问我：“你要不要跟我走？”我迷迷糊糊没听清你说什么，他却没再说第2遍。我越看越觉得眼前这男人好看，抬手捏了捏他的耳垂，笑说：“霍七，你的耳垂好软啊。”他把我的手拿开：“你喝醉了，回屋睡觉。”我没醉。我说着就要坐起来继续倒酒，结果没坐稳，整个人往后仰倒。霍七连忙把我扶起来，打横抱进屋子。我的屋子还是喜房牧羊，他把我放进红罗帐里，转身欲走，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我知道他快走了，往后或许再也见不到我。在这世间孤孤单单，往后就守着豆腐作坊过活。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想有个孩子。我可以没有夫君，但得有个孩子，只有孩子才是这世间与我血脉相连之人，永远不会抛弃我。既然我跟霍七假成亲，这辈子也不会嫁别人，跟他要孩子也没什么不好。他长得这么好看，他的孩子必然也好看。他回头看我：“你做什么？”我没说话，不知哪来的力气，直接把他拽到床上，仰头吻住他的唇。他愣了一下，将我按在床榻上，嗓音低沉地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接下来这里不好看，我们略过。第2天我醒来时，腰酸背痛，身上什么也没穿，只盖着一床薄被，遮住那些青紫的痕迹。想起那些缠绵画面，轻轻摸上腹部，不知能否如愿。还好他不在屋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穿好衣衫，起身走出屋子，发现他不在，也不知去了哪儿。灶上煮着粥，还热腾腾的。我在院子里洗漱，把弄脏的床褥洗了，挂在院子里晾晒。不多时，老主顾上门买豆腐，是个30多岁的大嫂子，笑着打趣我：“新婚燕尔就是恩爱缠绵，被褥都要天天洗。”我瞬间脸红，把他送到门口，正好看见霍七一手提着油纸包，一手拄着拐杖回来。我等他进门才问：“一大清早的，你去哪了？”他没说话，只是把手上的油纸包递给我。李记的包子，我一看就认出来了，有些诧异：“你一大早跑西街买包子了？”他说：“你不是喜欢吃李记的包子？西街现在不是不让出摊吗？”我问：“你怎么买到的？”他说：“真想买，自然能买到。就像老主顾跑到桃花巷来买我做的豆腐，李家的包子出不了摊，就在自家巷子里做。霍七出去办了些事，又绕到西街打听到李家买来的。”我捧着油纸包，忍不住说：“你的腿还没大好，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我也不是非要吃这个。”他定定地看着我：“你昨夜抱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我的腿还没好？昨夜我借酒劲拽他上床，那是昨夜的事。今儿青天白日，他忽然提起，我脸红得不行。粥端上8仙桌，我低头喝粥，他也不言语，只定定看我。我忍不住问：“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他不紧不慢地说：“昨夜你不是也这样看着我？”我真想捂住他的嘴，你能不能不要再提昨夜的事了？他说：“什么叫不要再提昨夜之事？难道你不准备对我负责？”我有些紧张，负什么责？他皱起了眉，一步步逼近我。你说你该负什么责？我慌张道：“昨夜是我喝多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薄唇轻勾，那我帮你好好回忆回忆，你是如何将我拽上床榻的，又是如何缠上来解开我的衣带的？不用了，我打断他，强自镇定。昨夜你我都喝了酒，不太清醒，但总的来说也是你情我愿的，我不要你负责，你也别让我负责了吧。他将我的手腕握得更紧，你是这样想的？那是当然，我只想要个孩子，不想跟男人牵扯不清，所以我不挽留他，也负不了责。好，很好。他松开我的手腕，转身打开院门，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不在，我也没什么胃口吃了。从早晨等到下午，才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我以为是霍七回来了，可到门外一看，却是个行色匆匆的妙龄女子。一看到我就扑进我怀里，春枝姐姐。我有些反应不过来，我是玉珠啊。她抱住我，一双美目水汪汪的。春枝姐姐，不记得我了吗？我惊讶道。玉珠，
你的模样同从前大不相同，我都认不出了。小时候的玉珠粉雕玉琢，如今已是个貌美的窈窕佳人了。玉珠比我小1岁，家住陆宅东侧，是我的邻居。我9岁被陆景云捡回家时，周围的孩子都欺负我瘦小，只有他愿意跟我玩。他家原本挺富裕，4年前他爹外出经商遇山贼丧命，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也病重，弟弟才12岁还要读书，他就把自己卖进大户人家做婢女。自那之后我就没见过他，没想到他会突然找上门。我拉着他往院子里走，一晃4年没见了，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咱们进去说。他跟着我进门，还频频回头看，像怕有人跟着，问我春芝姐姐，你能不能先把院门关上？我关上门，给他倒了杯热茶，问他你怎么忽然回来了？莫不是出了什么事？他欲言又止，眼中泪光闪烁，最后还是主动说，春芝姐姐，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借住一段时间？小院只有2间屋，我住1间，霍七住1间，已没多余的屋子给他住。可他都找上门了，若有地方可去，也不会来找我。我想了想，在外人看来，我和霍七已成亲，若让他单独住1间，我和玉珠住1间，被人知道了，假成亲的事8成瞒不住。他见我迟迟没开口，问是不是不太方便？我点头答应，你在这坐会儿，我去收拾一下屋子。玉珠经过窗前，看到我睡的那间屋子贴着喜字，挂着红罗帐，问道：春芝姐姐，你成亲了？我点点头，就前些天的事。他奇怪道：你跟陆大哥成亲，喜房怎么不放在陆宅？我刚要跟他解释我不是跟陆景云成亲，院门忽然从外面推开，霍七拄着拐杖迈步进来，玉珠转身跟他打了个照面。我上前说他是我夫君霍七。他愣了一下，春芝姐姐没跟陆大哥成亲？我低声跟他说了陆景云高中状元后娶丞相之女的事。玉珠听完后打量了霍七一眼，上前喊了声姐夫。我一把将霍七拉到我屋子，商量道：方才那人是玉珠，我小时最好的手帕胶，他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你那间屋子我腾出来给他住了，你这些天跟我住1间。他嗤笑道：你不愿负责，还要我跟你住1间？我立刻捂住他的嘴，低声道：你小声些。他定定地看着我，春芝，你敢做不敢当，我也不打算争辩，随你怎么说，反正你原先住的那间屋子我腾给玉珠了，你坐下歇会儿，我去给你做饭。玉珠见我出来，小声跟我说，姐夫这般相貌不似寻常人家。我一边生火一边笑着说，你还学会看相了？不是我会看相，是姐夫一身贵气，实在不像寻常百姓。他问我姐姐怎么会跟他成亲，这是说来话也不短。我把自己与爷归家推板车撞了霍七，只能捡回家的事跟他说。至于年满18未婚配由官府强行婚配，这是一句带过，假成亲更是瞒得死死的。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问他，对了，玉珠，你今年也18了，你做事的那户人家可曾为你婚配？他脸色微变，我察觉他神色不对，半开玩笑的问，难不成主家给你配婚的人不好，你才跑出来了？他含泪道，我满了18岁，主家原本该给我指婚了，偏偏前2个月我伺候的大公子最后跟我做下了荒唐事。大公子平日里最是君子，那夜却变了个人似的，事后还非要把人找出来。那位妾室，我母亲死前让我发誓，这辈子再苦再穷也不能给人做妾，我不能给大公子做妾。可我这2个月月事都没来，偷偷找大夫看了才知道自己怀了身孕，被主子最后宠幸失了清白，已是飞来横祸，如今还怀了身孕。他不敢再待在府里，去跟夫人求了恩典，用这些年攒的银钱赎了身跑了出来。可宅子已卖，母亲病故，弟弟在书院读书，他无处可去，只能来找我。他说着泪流不止。我问他，那你腹中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我离开陆家后，在这世间孑然一身，盼着有个孩子，想让这世上有与我血脉相连之人。可玉珠不一样，她擦去眼泪，哑声道：我不能留这个孩子，这是大公子的血脉，他还没娶妻，府里不会让他先有庶子庶女。我懂他的难处，孩子是你自己的，你想清楚就行。我这小院虽简陋，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好了，快把眼泪擦擦，洗把脸回屋歇着吧。我把晚饭做好了，你再出来吃。饭后，玉珠抢着洗碗，我们姐妹多年不见，在一起说了很多话，直到夜深，我才回自己屋子。霍七躺在榻上看书，我进来时他眼皮都没抬一下。我走到梳妆台前坐下，摘下珠花散开发髻，用发梳梳开及腰长发，才缓缓走向床榻。他翻了一页书，没看我一眼。我本想打地铺，可一想到昨夜我们什么都做了，实在没必要分开睡。他睡在外侧，我直接上榻，从他身上翻过去。他呼吸停顿了一瞬，拿书的手也微僵。我见他不说话，抖开被子盖身上，身子往里侧挪了挪。他躺了一会儿，起身去了院子。我跟着坐起来问道：大晚上的，你去哪儿啊？他没应声，我有些不放心，起身走到窗边，就看见他打了盆冷水，褪了衣衫，用冷水往身上浇。已是初夏，夜里用冷水沐浴还是有些凉。我想提醒他小心着凉，话到嘴边又开不了口。他连浇了几桶，拿方巾擦了身，套上衣衫回房。我听到动静，早早回到榻上，睡在里侧。他进屋带来一阵夜风，把油灯吹得明明灭灭，衣带都没系，就那么敞开穿。我不好意思看，转身面朝里侧。床榻不大，两人离得很近。我嗓音不太自然地说：明天还要早起，快些睡吧。他嗯了一声，随手扇灭桌上油灯，屋子瞬间陷入黑暗，淡淡月光洒落轩窗，隐约可见屋内景象。他把红罗帐放下来，我翻了个身，就对上他的视线。我刚要说话，就被他一把拦过去，揉进怀里，唇贴上来吻住我。这里不好看，我们再次掠过，直到天色微亮，我们才相拥而眠。没多久，我就挣扎着坐起来穿衣衫，他揽着我，天还没亮，得起来做豆腐了。我很困，眼睛都睁不开，就想着不能再耽误生意。他嗓音低哑，再睡一会儿，你睡你的，我该起了。我从他怀里抽身，一边穿衣一边起身，连油灯都没点就出去。他跟上来，走慢些。话音未落，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他飞掠过来，一把扶住我。都说了让你走慢些，灯也不点，
走这么急做什么？卖豆腐一天能挣几个钱？这豆腐不卖也罢。你说的容易。我没好气地说，不卖豆腐我吃什么？你喝什么？他说，跟着我还能饿着你不成？我不可思议道，现在可是我养着你，要让你养我，你会做什么？霍山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他生来尊贵，从不缺银子，也没想过怎么赚钱。他会的很多，但没一样是用来换钱的。看他又走到灶台前生火煮粥，我就在前面磨豆子。豆腐做好时，他的粥也煮好了。玉珠起身时看见我们，上前喊了声姐夫，然后又往我这边来，要上前帮忙。我连忙说，这些活我一个人做惯了，不用你帮忙。他这才没上手。在我们三人吃早饭时，就有老主顾上门买豆腐，我时不时起身招待客人，次数多了，在有客人上门时，霍七索性起身，我来，你先把早饭吃了。我有些错愕，没想到他会主动帮忙卖豆腐，一连好几个客人都是他招待的。老主顾还打趣我，有了夫君就是不一样啊，春之要享福了。连玉珠也跟我说，姐姐能遇到姐夫这么好的人，真是缘分天注定。一上午，老主顾陆续上门，快到晌午时，豆腐卖光了。下午没事，我跟玉珠一起做针线活，霍七又出去了，近来他伤好了大半，开始频繁出门。我不问他做什么去，他也不说，只是每次回来都带些东西，有时是吃的，有时是用的。玉珠做针线活时低声问我，春之姐姐，你能不能帮我去药铺抓一副堕胎药？我正色道，堕胎药，你想好了？我想好了。他话虽如此，一开口先红了眼，这孩子我不能生下来，所以才请姐姐帮我抓一副堕胎药。我说，既然你想好了不要，那就不要，但堕胎药不能乱吃，若吃坏了是要命的事。我带你去医馆，让大夫给你诊脉，看看能不能吃堕胎药再开药，性命最要紧，切不可大意。来到医馆，大夫说是个健壮的胎儿，连安胎药都用不着，但知道我们的意图后，也不得不开了一副堕胎药。回去路上经过人多的街道，远远看见几个小厮模样的人拿着画像问行人，请问有没有见过画像上的姑娘？如有见过画像上的人，提供线索者赠黄金100两。路人听到黄金100两，纷纷凑去看画像。我和玉珠路过时，差点被挤开。我扫了一眼，画像上的不就是玉珠吗？他显然也看到了，脸色忽变，连忙拉着我快步离开。我被他拉着，几乎是跑着离开的，到人少时才停下。我安抚道，别慌，你戴着面纱，那些人看不清你长什么样。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慌张道，他们找过来了，他们知道我在临水镇，临水镇这么大，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你，而且你家老宅一卖，现在谁也不知道你住我这儿。我说，咱们回去再说。回了豆腐作坊，玉珠生怕被大公子的人找到，急着煎药。可就在要快煎好时，有人敲响了院门，敲得很急。我安抚他，别怕，可能是霍七回来了，你先回屋待着，我去开门看看。打开院门，敲门的居然真的是方才街上拿着画像找人的小厮。门开后，几个小厮退开，一个锦衣玉带的公子缓步上前，我姓顾，来找玉珠。我说，玉珠已赎身，早已不是顾家婢女，顾公子这样大费周章找人，究竟想做什么？他笑道，我来这儿并无恶意，只是养个称心如意的婢女不易。玉珠趁我不在时赎身出府，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自然要来问问他。顾府小厮递上一个箱子，打开后金光灿灿，险些闪花我的眼。小厮说，我家公子说了，谁能提供画上之人的线索，赠黄金100两。玉珠既然在你这儿，这黄金100两就是你的了。小厮要把装黄金的箱子塞给我，我不接，刚要说话，霍七正好回来，问道，你们堵在我家门口做什么？那位顾公子转身，一瞬间眼中满是诧异。他曾在京城跟那位高高在上的长安王殿下有过一面之缘，谁能想到尊贵无比的长安王会出现在这种市井街巷之中，穿着寻常布衣，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模样。霍七察觉到顾元家知晓他的身份，把刚买的蜜饯递给我，让我先进去。我跟他说，顾元家是来找玉珠的，求他想办法别让顾元家带走玉珠。霍七点头让我安心，我这才稍稍放下心，拎着蜜饯进屋。霍七和顾元家在外面说了好一会儿话，之后霍七过来敲窗，说顾元家想见玉珠，让我先出去。我不太放心，反复确认顾元家是不是只看看玉珠，不会把她带走。霍七保证只是见一见，我才安抚好玉珠，走了出去。顾元家朝我微微颔首，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步履款款，风度翩翩，任谁见了都得夸一句好一个风流倜傥的卓氏家公子。可这人怎么就酒后乱性，还夺了玉珠的清白？想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自己也是趁着酒醉把霍七给扑倒了，脸颊有些烧得慌。别一直站在这里，放心，顾元家不会活吞了玉珠。霍七坐回八仙桌旁，翩然落座。我自顾自道，这些贵公子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实则吃人不吐骨头，凶残得很。霍七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问我，你是不是知道玉珠跟顾公子之间发生过什么？我答应过玉珠，绝对不把他和顾大公子的事说出去。连忙倒了一杯茶给霍七，转移话题道，你刚才都跟顾公子说了什么？他答应不带走玉珠了吗？霍七缓缓饮了一口，你不愿告诉我你知道的，却要问我跟顾元家说了什么，是何道理？我不问了还不行吗？目光透过轩窗，落在顾元家和玉珠身上，两人说了好一会儿，顾元家才出来。玉珠起身送他到门口，顾元家回头看了他一眼，别忘了7天。玉珠点点头，没有言语。顾元家走到霍七身侧，拱手道，那我就先告辞了，霍兄。霍七点头道，请便。顾元家带着一众随从离去，把那个装着黄金100两的箱子留给了我。我连忙道，这些黄金你们带回去啊。顾元家回头道，这些黄金说了赠与姑娘，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姑娘且收着吧。说罢便带着一众扬长而去。我看着金光灿灿的箱子，连忙将箱盖合上，看向霍七，这么多金子，他说给就给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金子。霍七道，那是你见识少。忽然我闻见了焦糊的味道，糟了，光顾着说话，忘了那堕胎药还在煎。等我过去的时候，药已经糊得没法喝了，我只好先把药渣倒掉。你怎么忽然要喝药？霍七走过来看了一眼药渣，说道，
益母草、当归、川芎、桃仁、红花都是活血通经的药物，是堕胎用的。我没想到霍七居然还认识药材，只好低声说：“你别看我们前几天才那什么，不会这么快有孩子的，也用不着喝堕胎药。”霍七嗤笑了一声，道：“这堕胎药是给玉珠煎的。”我连忙捂住了霍七的嘴：“你知道归知道，别说出来啊，这是千万保密。”霍七微微挑眉道：“要保密也不是不行，你准备拿什么堵我的嘴？”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没好气道：“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堵住你的嘴。”我把药渣处理好，抱着那箱金子去找玉珠。顾源家已经走了许久，但玉珠好像还没缓过来。玉珠，我轻轻喊了他一声：“这个箱子是顾公子留下的，里头有黄金百两，我不能要，还是你收着吧。”玉珠猛地站了起来，神色不安道：“我更不能要。”我见他神色有异，不由得问道：“你怎么了？”玉珠低声道：“大公子让我7日之后回顾府。”我有些气愤道：“你已经赎身了，不再是顾府奴婢，他凭什么要你7日之后回顾府？”难怪顾源家说走就走了，原来是吃定玉珠了。玉珠近乎自言自语一般说道：“大公子说的话没人敢不听，他能找到这里来，也就意味着不管我去哪，他都能找到。”我温声安抚道：“玉珠，你别怕，有我在呢，我不会让顾家人带走你的。”不知道霍七是怎么跟顾源家说的，得先问问清楚。我这样想着，便转身往外走去。玉珠喊住我：“春芝姐姐，堕胎药煎好了吗？”我有些歉疚道：“刚才光顾着说话，把药煎糊了，我这就去医馆再抓一副药来。”不必了。玉珠道：“大公子已经知道我在这里，此地不宜久留，我得马上离开。堕胎之后难以行走，他来不及在这堕掉这个孩子了，还是先行离开的好。”玉珠说着便开始收拾东西，我一边帮着她收拾，一边担心道：“那你把这些金子带上。”玉珠摇摇头：“大公子的东西我不敢要。”那你等一下。我把藏起来的300两银票拿出来，拿150两递给玉珠：“这些你拿着，你一个人独身在外，用钱的地方多，记得藏好些，才不外露，知道吗？”她眼眶红红的，眼泪一颗接着一颗的落下来。我抬袖擦去她脸上的泪痕，哭什么？这些钱都是陆景云给的，他欠了我的，我就跟他要钱。现在能帮到你，也是一件好事。只是我也得留些银子应急，所以不能全都给你。玉珠握住了我的手，这已经很多了。只是你把这么多银子都给了我，不用跟姐夫商量一下吗？我小声道。他不知道我藏了这么多钱啊！玉珠完全没想到我竟然瞒着霍七藏了这么多钱。他擦了擦眼泪，小声跟我说：“成亲之后藏些私房钱也是应该的。那些金子，姐夫可说了要怎么处置。”我道：“他说顾公子寄给了我，就让我收着，别的没说了。那姐夫也不是贪财之人。”玉珠道：“姐夫都让你收起来，姐姐就收起来吧。大公子不差这点钱，他给出的东西是不会收回去的。”玉珠也把我给的银票收了起来，满怀伤感道：“此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唯愿姐姐和姐夫平安顺遂。玉珠远在他乡，也会日日为姐姐和姐夫焚香祈福的。你我之间不必如此。”我道：“你先别急着走，我先让霍七到外边看看，顾家有没有留人在门外守着。”霍七在屋子里提笔写着什么，抬眸看向我：“何事？”我道：“你素来警惕，去外边看看顾家有没有人留在门外守着。”霍七没有立即应声，继续挥笔写着什么，直到他写完一封信，放进信封里。我问他：“你忙完了没有？”霍七嗯了一声，我再次开口道：“玉珠要走了，你去外面看看顾家有没有留人看着他。”霍七挑眉看我，嘴边噙着若有若无的弧度，也不说话。我想装作不懂，但他一直看着我，最后我还是抿了抿唇，凑过去在他的唇上亲了一下，刚要退开，却被男人揽住了腰身，又深又急的吻就这样落了下来。霍七将女人抱坐在桌案上，南州诸事烦扰，只有此时才有片刻欢愉。但这女人白日里恨不得离他远远的，连眼神都不敢跟他对视。既然做了他的人，就应该完完全全属于他才是。吻了不知道多久，霍七才放开我，把我从桌案上抱下来。我伸手推他，低声道：“快去看看。”霍七这才把信件揣进衣袖里，缓步朝门外走去。探查到外面没人后，我让玉珠穿上我的衣衫，打扮成我的模样，到渡口坐船走。看着霍七准备出门的样子，我让他顺路送玉珠去渡口。霍七面上没什么表情，语气也淡淡：“不顺路。”我无奈道：“那你就当为了他专程走一趟，成不成？”不成。霍七毫不留情地拒绝道：“我为什么要为了他专程走一趟？”我道：“他好歹也喊了你好几天的姐夫，你这个做姐夫的送妹妹到渡口，怎么就不行了？”霍七道：“你我成亲是假，难道这姐夫就是真的了？”我没想到他会拿这话噎我，瞪了他许久，红着脸压低声音道：“就算一开始是假成亲，你我如今也做了真夫妻了。玉珠是我妹妹，让你送她一下怎么了？”这话不知怎么的取悦了他，他唇角微扬：“快点！”我立刻回屋带着玉珠出来。霍七抬手打开院门，正要往外走，就看见2个上午刚来过的顾家小厮同时迎了上来。玉珠见状，脸色瞬间煞白，立刻躲到了门口。2个顾家小厮没看见他，上前对着霍七行礼道：“霍公子，我家主子让我俩留下，随时听候您的吩咐。”霍七沉声道：“你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告诉你们主子，不要多事。”2个小厮不敢多言，连声应是，便立刻转身离去。我快步上前，伸手去拉玉珠，温声同他说：“他们都走了，你别怕，趁着他们这会走了，赶紧去渡口。”玉珠跟霍七一道出门去，我关上院门，在院子里做针线。前几天都有玉珠作伴，他这么一走，我一个人呆着，忽然觉得有些孤单。好在霍七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而另一边陆宅，陆景云连着几日都歇在外头，今日午后回来拿了东西，又要出去。纪如真见状，忍不住让婢女拦住了他，上前柔声问道：“夫君这几日都在忙些什么？母亲常念叨着你呢。”陆景云回头道：“最近是有些忙，长安王殿下巡查南州，宁王让一众官员作陪，我也在其中。我听闻长安王不喜喧嚣，到了南州怎么就喜欢人多热闹了？宁王也是的，长安王巡查南州，让那些地方官员去应酬就是了，竟还让你这个状元郎去作陪。”纪如真有些不太高兴。陆景云近来对他有些冷淡，细算起来，
是让吴信去争夺豆腐作坊开始的。陆景云大概知道了，是他授意吴信做这件事，所以对他有些不满，夜里也不回来跟他同寝。陆景云面上什么都不显，温声道：“我这几日太忙，没能陪着夫人到处走走逛逛，夫人可是闷坏了。”陆景云的态度挑不出任何错出来，但是新婚夫妻连着好几天都不同房，这实在说不过去。纪如真拉着陆景云的手，撒娇一般问他：“夫君，你今日就不能不去吗？”陆景云有些为难道：“我已经答应了宁王，不好不去。”纪如真很是不悦，松开了陆景云的手，直接问他：“你是不是在怪我？我来临水镇之后，春枝就离开了陆宅，夫君若是真的舍不得，我去找她回来就是了。”我没有舍不得，陆景云说，而且春枝已经嫁作他人妇，现在他们过得很好，夫人莫要再去打扰。纪如真问他：“夫君怎么知道他们过得很好？”陆景云心知失言，当即道：“猜的。”他不想跟纪如真纠结此事，便说：“我是回来取画的，取到了还要回去。夫人若是在家里待着无趣，可以带着婢女们出去走走逛逛。过几日得了空，我便带夫人去南州城。”转身吩咐婢女们：“你们好生伺候夫人。”说完拿着画出门而去。他走后，纪如真气得砸了桌上的茶盏：“我母亲说的没错，天下男人都一个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婢女们吓得连忙低头去收拾碎瓷片。这边正收拾着，门外小厮来报：“夫人，门外来了个有个自称是您表哥的公子爷，他说他姓周，您一听便知。”纪如真想了一下，季家在南州的确有一门姓周的亲戚，他姨母的夫婿现在是南州知府，知府的大公子周荣是他的表哥，这个表哥是南州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最是好色，在南州惹了许多事，许是长安王巡查南州的缘故。知府大人知道自己这个儿子身上恶行累累，所以把人打发到外头来了。纪如真灵机一动，立刻道：“请他进来。我想起上次跟吴信打官司之前去城隍庙许愿了，后来上公堂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总体来说非常顺利，所以打算去城隍庙还愿。我给霍妻留了张字条，拿上香烛往城隍庙而去。一般烧香拜佛都是赶早，傍晚时分已经没什么人，连庙祝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离开城隍庙的时候，天色渐暗，却在走入某条巷子的时候，突然被人套了麻袋，有人在我颈后重了一击，便陷入了昏迷。霍妻回到豆腐作坊的时候，看到了桌上留的字条，他唇角微勾，又去城隍庙上香了，都跟他说求神不如求我，偏不信。天色越来越暗，天黑了，庙宇都要关门的。霍妻觉察到不对，提了一盏灯笼出门找过去。城隍庙早就大门紧闭，无人进出了。他在城隍庙前站了一会儿，俊脸微沉，吹响了竹哨。不多时，江河从夜色之中飞身而来，抱拳行礼道：“王爷，春枝不见了。”霍妻沉声道：“半个时辰之内查出他的下落。”江河立刻应声去办。霍妻顺着城隍庙回桃花巷的几条路都走了一遍，沿路询问，查找痕迹。在醒来的时候，我已经不知身在何处，有一只手在我脸上反复游走。美人，果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我的手脚都被绑住了，只能瑟缩着往后退去。对方那只手又跟了过来，我狠狠咬住了对方的虎口。周荣大叫了一声，把手抽回去之后，反手就给了我一巴掌，骂道：“贱人，也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那一巴掌打得太重，我倒在地上，唇角都渗出了一丝血迹。周遭灯火通明，屋子里摆着不少值钱物件，眼前的年轻男人穿着锦衣，腰悬玉佩，一看就是富贵之人。几个小厮在边上站着，其中一人劝道：“公子小心手上的伤。”另一人道：“公子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美人，可别打坏了。”周荣甩了甩手，捏着我的下颚，用手背抚过我红肿的脸颊。“美人，你识相些，乖乖的从了我，以后荣华富贵你享之不尽，要是你不识相，可别怪爷拉手催花了。滚开！”我朝他吐了一口血沫子。我夫君知道我来了城隍庙，要是天黑之后我还没回去，他一定会找来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为什么要把我绑来，只能寄希望于霍妻会来找我。我壮着胆子喊道：“我夫君武功高强，你们最好快点把我放了，不然等他找到这里，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你夫君再厉害，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里来。等我把你享用了，他即便是找来了，也不会要你了。”周荣笑着说：“所以你还是乖乖从了吧，别自找苦吃。”我张口还要咬他，周荣一把掐住了我的脸颊：“这么喜欢咬人是吧？待会儿我让你咬个够。来人啊，拿药来！”不一会儿，周荣按住我，把红色的药丸塞进了我嘴里。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欢情丸，吃下去之后，烈女都会变成小可爱。你现在不愿意让我碰你，待会儿就会求着我碰你。周荣狞笑着解开了绑在我身上的麻绳，我起身就要跑，却被几个小厮挡住。跑？你尽管跑，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周荣上前一把将我的衣袖撕烂了，我强撑着东躲西闪，却被周荣猛地压倒在地上。我咬紧牙关，把下头上的银簪扎进了他的胸膛，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周荣一把拔掉银簪，冷笑道：“你以为就这么一根簪子就能要了爷的命？爷今夜非要把你说服。”话声未落，一直紧闭的门就被人一脚踹开，霍妻踏跃而至，大步行来，一把将周荣拎起来，一掌打飞出去，然后脱下外袍把我裹住。我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看到男人的那一瞬间，眼泪便夺眶而出。霍妻一把将我揽入怀中：“别怕，我带你回家。”就在上一刻，我还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霍妻了，他就这样犹如神奇一般出现在我面前。霍妻一手抱着我，一手给我擦眼泪，低声安抚道：“别哭。”我浑身都难受，还被欢情丸弄得意识不清，一个劲儿的在霍妻怀里拱来拱去，轻声呢喃着：“霍妻，我好热，好难受。”霍妻哑声道：“别乱动。”说完，打横抱起我往外走去。周荣被霍妻一掌拍飞之后，猛地吐出一口血，他强撑着开口道：“拦住他们！你们都是死的吗？竟然让人就这么强闯进来！”几个周家小厮见状，慌慌张张地跑上前拦住我们的去路。霍妻冷笑：“找死！”声落，一掌拍飞了挡在面前的两人。江河带着一众暗卫解决了外头所有人，然后狂风一般冲进来，解决了几个喽啰，带血的长剑直指周荣：“你们竟敢直接杀人！”
周荣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碰上了硬茬，他身为知府公子，在南州一向横行霸道，何曾遇到过敢跟他正面叫板的人？周荣慌乱不已，连忙跪求道：“我是南州知府的儿子，我有钱，你们想要多少银子？开个价，别杀我，别杀我！”哟，没穿衣服，你是知道今夜你张虎哥哥要来，所以特意脱光了等我是吧？张虎说着就往下摸去，忽然间，床上的人一把捏折了张虎的胳膊，将他踹飞出去。张虎重重撞在墙上，口吐鲜血。你不是春枝，你到底是谁？滚！床上的男人沉声喝道，只一个字，便气势逼人。男人，春枝，你竟然在屋里藏了男人！张虎一边喊，一边手脚并用的翻窗离去。床上的男人抓起枕边的药瓶，当作暗器飞出去。正挂在窗户上的张虎应声倒地，连连喊道：“好汉饶命，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早知道您在这，我也不敢来啊！”张虎连滚带爬的跑了，我才悄悄掀开帘帐走出来。床上的男人听到动静，一把将我拉过去，掐住了我的脖子。你是何人？为何鬼鬼祟祟？我被掐得生疼，勉强发出些许声音来。是我救了你，你救了我。男人冷声道：“我只是晕倒了，不是失忆。明明是你推着板车把我撞了。”话虽如此，但他还是很快松了手。我立刻后退，抬手揉了揉脖子。那也是你原本就重伤在身，若你身上没伤，就板车这么轻轻的撞一下，还能把你撞伤不成？我怕男人死在自家门口，若是官家的人过来问话有理也说不清，这才将人扶进门。现在男人醒了，张口就说是我撞的他，撞是真的撞了，但真正造成男人昏厥的是他身上的伤，不是板车撞的那一下。话还是要说清楚的。我说我原本可以将你扔在街上不管的，大雨天的没人出来救你，你淋一夜的雨，说不定明天就死了。现在你好端端的躺在我床上，还有力气掐我脖子，怎么不算我救了你？我又摸到桌边，拿出火折子，点亮了油灯。灯火亮起的那一瞬间，男人立马抖开被子，盖在了身上，不悦道：“你忽然点灯做什么？”我也是在点亮油灯，看清眼前景象之后，才想起他身上什么都没穿。可他一副被我占了便宜的反，我被气笑了。你反应这么大作甚？先前给你上药的时候，你身上都被我擦遍了，还差多看这一眼吗？男人皱眉轻斥道：“乡野之女，不知羞耻。我是乡野之女，你又是哪里来的大人物？要换做平日，我未必跟他争，偏偏我今日气不顺，当即反驳道：救命还分男女，早知道就让你躺在街上等死。”男人俊脸微僵道：“伶牙俐齿。”我冷笑道：“那你离开吧。”男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再次开口道：“我衣裳呢？”我指了指床前那堆破布，捡了，还没来得及烧掉。他闭了闭眼，去给我找套干净衣裳来。这随意指使人的做派，真当我是他家里的小婢女？我白了一眼，我这没有男人穿的衣裳，等天亮之后去给你买套。好半天都没听到男人回答，我转身一看，才发现男人又晕过去了。探了探他的鼻息，比先前平稳多了。虽然这人不知好歹，但张虎是他赶走的。我在心里权衡了一下，这男人谈不上好人，但也算不上恶人。第二天，我去成衣铺买衣裳时，掌柜钱三娘见到我就问：“春枝，你一大早来买新衣，莫不是想好好打扮打扮，把状元郎的新夫人比下去？小镇不大，一点事不出半日就传得人尽皆知。”三娘说什么呢？昨日有个亲戚来投奔我，连身像样的衣裳都没有，我这是帮他买衣裳来了。我笑着说，想到那男人的金贵样，粗衣麻布实在不合适，我挑了身靛蓝色的圆领袍。钱三娘送我到门口，等人走远了，她嘀咕道：“不对，春枝是陆景云捡回家的孤女，哪来的亲戚啊？衣裳拿回家。”男人还在昏迷，我又收拾一下出摊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今日的队伍排得有些长，很多人是来看我热闹的。众人见我不哭不闹，觉得没趣，也渐渐散去了。今天不到晌午就卖完豆腐了。回到家，那个男人已经醒了，穿上了我买的那件靛蓝色圆领袍，站在那里，让我这小小的豆腐作坊蓬荜生辉起来。见他已经可以下床了，我上前赶人，让他离开。男人却以伤得太重，走不了为由，执意要留下。我小声说：“你有武功在身，又受了这么多伤，谁知道你是不是作奸犯科，被官府追捕？”男人见眉微皱，脸色变得有些凶，沉声道：“我绝非作奸犯科之人，你不必这样防着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不防着你，难道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吗？我对你一无所知，连你从哪来，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男人微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我叫霍七，从来出来。”这个名字一听就不像真名，后面那一句更是说了等于没说。忽然间他话锋一转：“你这墙头这么矮，什么人想翻都能翻过来。我走了，你准备拿着剪子跟人拼命？”我回头朝矮墙看去，先前那些人忌惮我有一个状元之才的未婚夫，所以不敢来招惹。可现在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道：“那你又如何保证你就不会对我起歹心？”霍七注视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见惯了角色，你在我眼中也不过五官分明，相貌平平。我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相貌平平。不过这男人生的确实好看，他母亲和家中姐妹定然都是难得的美人。”想了想，我道：“说好了，你住柴房，伤好了就得马上走。”收拾完柴房，我带上围裙，来到灶间煮面。霍七就站在不远处，一直看着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做好面叫他来吃，他还是站着不动。我刚想问，他在我的注视下，有些艰难地迈开了一小步。我才想起他伤了腿，就是因为不好走路，所以才一直站在窗边。我到隔壁小屋推了一把轮椅出来，这是我攒了许久的钱，给陆老夫人买的。她每逢阴天下雨天腿就会疼痛难忍，只是我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被赶出陆家了。霍七几乎是被我半推半按地扶到轮椅上的，
他吃面的速度很快，一碗汤面见底了，还问我再要一碗。看他对我的厨艺这么捧场，我还是挺欣慰的。吃完以后，我跟霍七说：“你熟悉这把轮椅，我出去给你买点伤药，衣裳也得买2身才好换洗。最重要的是，我要去衙门看看告示，打听最近有什么犯事的人在外潜逃。若这个霍七是逃犯，我可不敢留他，得尽快报官抓人才是。”揣了几块碎银出门，我先去了衙门，告示上的画像的确没有霍七，这才松了一口气。捡回家的男人不是逃犯就好。从县衙离开之后，我去了李记药铺买伤药，药铺掌柜认得我，奇怪道：“你好端端的，买伤药做什么？陆状元不仅抛弃糟糠妻，还打伤了你。南州知府的儿子是吧？”江河先是往周荣身上捅了一剑，然后一把将人拽了起来。你们周家大祸临头了。方才那一剑不伤要害，但周荣疼得要命，又听见眼前之人说周家大祸临头了，他又疼又急，颤声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江河沉声道：“要你命的人。”暗卫上前拿麻绳把周荣五花大绑。暗夜之中，周家老宅门户大开，院外倒了一地的奴仆小厮。漆黑的院中只有月光洒落街前，霍七踏着月色把我带回到豆腐作坊。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屋里的油灯被夜风吹得明明灭灭。霍七把我放到床榻上，嗓音低沉地问：“你看清我是谁？”“你是霍七。”我太热了，难受的直哭，在榻上扭来扭去，把裹在身上的外袍都挣开了。霍七沉声问道：“周荣给你吃了什么？”我现在脑子混沌成一片，只知道胡乱地亲吻着霍七的胸膛，然后一点点往上亲吻他的喉结，最后才吻上他的唇。这里不好看，我们跳过去。直到天光大亮，我又累又困，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到睡在身边的人是霍七，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再来。霍七见我睁眼，嗓音低哑地问道：“不用了。”我抓过被褥，胡乱盖在自己身上。别说再来了，我现在躺着都腰酸背痛的。霍七也没有起身的意思，就这样躺在我身边。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嗓子也哑了，轻声问他：“你能不能回隔壁那屋去睡？”霍七眸色幽暗，怎么睡完了就翻脸不认人？我只觉得他的视线无比灼热，难以与之对视。你别这样看我。霍七挑眉道：“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耳根有些发热，昨晚我被喂了欢情丹。霍七道：“但我替你解了药性总是真的。”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霍七又道：“你用了我一整夜，就这么报答我？你把我当什么？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低声道：“昨夜你能来救我，我很是感激。”霍七道：“就只是感激，自然不只是感激。”可我也说不出来。第一次是因为喝了酒，又想着要是能跟他这样好看的人有个孩子就好了，却并不是多么喜欢霍七这个人。可昨夜那人要侵犯我的时候，我甚至想宁死不从。原来我不是跟谁都可以，是只有霍七才可以。可我不知道怎么跟霍七形容这种不同。霍七一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硬着头皮转移话题：“昨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霍七只是说：“我有个至交，在长安王手下做事，这几天刚好在临水镇，我就请他帮了个忙。”我不疑有他，又问道：“那你那个至交岂不是个当官的？”霍七含糊其辞道：“算是吧，你还有当官的朋友呢。”我低声嘀咕着，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昨夜霍七闯进来的时候，跟好几个人对上，有些担心地问道：“你昨夜没受伤吧？在周家老宅的时候没受伤？”霍七给我看背后的抓伤，这些都是你抓的。我实在没忍住，拿被子蒙住了头。霍七伸手拉下了我蒙脸的被子，眼下已经入夏，别闷中暑了。我刚想说话，肚子就咕咕地叫了起来。昨天晚上就没吃，又折腾了一夜，我这会儿已经饿得不行了。霍七看了我一眼，便伸手掀开红罗帐，起身下榻。我开口问他：“你做什么去？”霍七不答，反问道：“你说我做什么去？”我试探着问道：“做早饭。”霍七没回答，也没把罗帐挂起来，反倒是垂放下来，遮住了外头的光亮。我眨眨眼睛，两眼一闭，很快就睡了过去。而另一边，昨夜陆景云回来过夜，却没碰纪如真。纪如真愈发心生不满，跟陆景云一起去给陆母请安的时候，都没个笑模样。陆母给陆景云递了几次眼色，陆景云也当作没看见，用过早饭便要出门。正好这时候，纪如真派去周家老宅打听的小厮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不好了，夫人不好了！纪如真一听这话就恼火，慌什么？小厮慌张道：“周家老宅死人了，死了好些个人，连周大公子都被人绑走了。”什么？纪如真站了起来。陆景云知道南州知府是纪如真的姨父，按周家在南州的地位，怎么会有人敢到周家杀人，还绑走了周荣？陆景云心里思忖着，纪如真却明显有些着急了，对那个小厮急声道：“那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去南州城将此事报于知府大人知晓？”陆景云道：“夫人莫急，我正好要去南州城，不如夫人与我一道去。”陆景云和纪如真夫妇二人带着小厮婢女一道去了南州城。周家老宅出的事很快就在临水镇传开了，谁也不知道周荣究竟犯在谁手里，堂堂的知府公子竟然被人给绑了。而此时的周荣正被一众暗卫严刑拷打，逼问他和他爹这些年在南州做的不法之事。我拖着酸软的身体起来时，看见霍七在院子里打拳，男人英姿勃发，气势不凡。我倚门立，看了好一会儿，直到霍七收了事，转身问我：“不是说饿了还不吃？”我今天穿了一身新衣，竹青色的，先前给霍七做袍子剩下的衣料，我也给自己做了一件小衫，刚好霍七今天穿的就是那件竹青色的衣袍。我这就去盛。打开锅盖之后，我才发现霍七不仅煮了粥，还烙了鸡蛋饼，这会儿还是热的。我有些诧异道：“霍七，你还会煎鸡蛋饼呢？看你煎过几次，看也看会了。”霍七说得很随意，他盛了2碗粥，一并端到了八仙桌上。我吃了一个鸡蛋饼，喝了大半碗粥，没那么饿了，才想起问：“昨夜绑我的人是谁？你知道吗？”霍七沉声道：“南州知府之子周荣。”什么？他是知府的儿子？那咱们会不会在临水镇待不下去啊？我有些吓到了。霍七道：“不用怕，你忘了我那个至交也是当官的，我不知道他那个至交到底是谁。”便问他：“那他的官有知府大吗？”霍七之说道：“
就算他的官不够大，不是还有长安王在南州？我觉得长安王这样的人物离自己太遥远了。可长安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帮咱们吗？霍七言简意赅道：会。我有些奇怪道：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霍七顿了下，说道：长安王代表朝廷而来，原本就要查南州诸事，肃清案件，所以他一定会法办周荣。我想了想，这样说来，长安王是个好王爷。你现在又说长安王好了，你先前不是还埋怨长安王来了南州之后，害得你都没法出摊做生意了？我心道，先前是先前，现在是现在。吃完了午饭，我又有些犯困。霍七起身道：我那至交说法办周荣要有人证到场，这2天我得去南州城随时听候传召，你好好在家里待着，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我有些不舍，现在就去，这么急？霍七不急不缓道：原本昨夜就该过去，只是那时候你缠着我不放，实在没办法才拖到了今天。我想起昨夜，就脸颊发热。行了，我知道了，你不用多说，快些去吧。我忽然又想起出去办事不能这样走，又叫住他：你身上有钱吗？霍七不解道：问这个做什么？我听说官场上都要拿钱打点的，你找你那个至交帮忙，怎么能一点好处都不给人家？你在这等着，我去拿银子。我说着就往屋里走去。离开陆家那日，陆景云给了我300两银票，其中一半给了玉珠，还剩下150两，这里有150两。我把银票递给霍七，你拿着，要用钱地方不要省，该花就花，该给你那个至交的好处也要给，让他帮着你打点1、2。霍七心里忽然涌现出一种难言的情绪，150两，卖了你这个豆腐作坊都不值这个价，哪来的？反正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我不想跟霍七说是从陆景云那里要来的，你安心用就是了。虽然我很在乎钱，但这次霍七是为了救我才惹上周荣的，若这次的事情不能顺利解决，对我和霍七来说后患无穷。顾源家给的黄金100两，我还打算还回去，所以不准备动。霍七接过我给的银票，收进袖子里，我伸手抚平了他的衣襟。好了，你去吧。霍七嗯了一声，转身往外走去。霍七，我忍不住又喊了他一声。他停步，颇有些无奈的笑了笑。你还有什么话一并说了吧，要是你那个至交也拿周荣没办法，你就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回来找我了。你我本来就是假夫妻，你没必要为了我赔上性命。周知府在南州权力极大，他儿子周荣先前在南州城里欺男霸女，糟蹋了不少良家女子，后来那些女子的家人去讨公道，全部都无疾而终，最后不是举家搬离南州，就是忍气吞声，甚至有几家还被灭了口。我不希望他为了我赔上性命。霍七走到我面前，低声道：我不会有事的，你也不会有事，乖乖在家等我回来。说完在我唇上亲了一下，我走了。我低声道：你走就走，亲我做什么？霍七含笑离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我准备关门，就在这时，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你怎么又回来了？我以为是霍七忘记带什么东西又回来了，打开门才发现推门的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我吓了一跳，连忙将门关上。别关门！门外的中年男子却直接伸了一只脚进来，抵住了门。姑娘，姑娘莫慌。对方连忙开口道：我是来买豆腐的，不是歹人啊。我道：今天没有豆腐卖，而且我家豆腐只在上午售卖，下午一向不卖的。我知道，我是南州城最大的酒楼醉仙楼的管事，我们东家是临水镇人，先前回来的时候尝过你卖的豆腐，觉得比旁人的好上不少，正好南州城最近来了贵客，东家特意派我来请姑娘去醉仙楼做豆腐，一天给您这个数。中年男子说着比了2个手指给我看。我问道：2钱银子？2钱银子的确不少。醉仙楼的管事连忙更正道：是2两银子。我们东家说了，醉仙楼进来要招待贵客，不管什么东西都得用最好的，这才让我来临水镇请姑娘去做豆腐。要是姑娘觉得2两银子太少，价钱咱们还能再谈。南州城有个大酒楼叫做醉仙楼，我也是听说过的。但霍七刚走，我为了2两银子，立马就答应这个中年管事去南州城，这多少有点为了钱不要命。我摇摇头，这不是多少银子的事。那是什么事？中年管事有些急了。我们东家说了，无论如何都要请姑娘过去，明天的宴席可是给长安王准备的。长安王？我听到这里，想起霍七那个至交就是在长安王手底下做事的。要是我去醉仙楼也能见到长安王，那公堂传召的时候就能上堂作证了，我可是苦主呢。最后中年管事给了我2两银子的定金，我答应明一早去醉仙楼做豆腐。可我看到那被众人簇拥进醉仙楼的长安王，背影怎么有点像才与我成亲没多久的霍七呢？要不是在人群里被踩了一脚，我就能看到长安王的模样了。回到桃花巷的时候，我看见那位新科状元陆景云站在我家门口，我径直从他跟前走过，不想与他再说一句话。陆景云喊住我：春枝，你当真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同我说了吗？我头也没回的说：对，你可以走了吗？他苦笑了一下，低声喊：春枝，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我说话？我单声回答：不能。说罢便径直入内，想关上院门，可陆景云却先我一步，直接走了进来。我冷了声音说：陆景云，别以为你当官了就能为所欲为，你再敢上前一步，我就去衙门告你私闯民宅。陆景云闻言站在原地没再上前，我只是想问你，前天晚上周荣是不是来找你了？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他这话问得有些艰难。回到南州的这些时日，他作为协查，自然知道周荣是个毫无廉耻的好色之徒，但凡被他看上的女子，几乎无一幸免。前天晚上的事，你现在来问，是不是太迟了？我一点都不想提那天晚上的事，只要一想起周荣摸我的脸，撕了我的衣裳，我就无比恶心。霍七带我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提过那天晚上的事。偏偏陆景云还要找上门来问这事，我冷声道：而且那天发生了什么，与你何干？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陆景云的眼神变得有些难以言喻。周荣死了，他不能说周荣会找上你，都是因为我新娶的夫人在背后指使，他也没脸说。什么？
我没想到他会忽然来这么一句，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片刻后才缓缓说，那真是太好了。陆景云继续说，周贺、周荣父子俩为祸南州多年，长安王亲自审案，判了2人死罪，查抄府邸，以慰民心。说完了吧，你可以走了。今儿陆景云来这趟，我就当他是来送消息的，不跟他计较。陆景云看着我，真的不能让我进去坐一会儿吗？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我说不能，而且我也没话跟你说。陆景云还想再说什么，一辆马车从巷口驶了进来，停在豆腐作坊门口。霍七缓步而出，看见我和陆景云在院门前说话，微微挑了挑眉。我看到霍七回来，快步迎了上去。你回来了。霍七唇角不自觉微微上扬，伸手将我抱了个满怀。看到我回来，这么高兴，装作寻常车夫送王爷回桃花巷的安慰见状，都不敢多看，生怕王爷以后回京城要杀他灭口，默默地将马车掉了个头，先行离开了。我笑盈盈地说，我听说周荣死了。霍七问，听谁说的？我抬头看了陆景云一眼，状元郎怎么来了？霍七语气不咸不淡的，但他看陆景云的眼神并不友好。陆景云苦涩道，我来看看春枝。霍七说，看完了吗？陆景云哑声说，看完了，我先告辞了。霍七嗯了一声，揽着我往里走去。刚走了2步，我就嘶了一声，倒吸了一口气。霍七问，怎么了？今天看热闹的时候被人踩了一脚。我低声说，可能踩伤了，有些疼。霍七闻言，直接把我打横抱起，大步朝屋里走去。刚要离开的陆景云回头看向我们，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桃花巷。霍七抱着我进屋，把我放在床榻上，让你好好待在家里，你跑出去做什么？看个热闹，还被人踩伤了脚。他找来药和白布，一边帮我包起来，一边说，这2天就不要乱走了，豆腐少做2天也饿不死。我瞪着他，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没钱日子怎么过？左欧霍七去南州城的时候，我给了他150两，那么大一笔钱，我要做多少豆腐才能赚回来？霍七从袖子里取出一沓银票来递给我，这些你收好。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接过那叠银票，反复数了3遍，其中150两是我先前给霍七的，因为藏在黄豆罐子里，银票上都带上了黄豆味，居然还多出来500两。我满脸诧异地看着霍七，又问了一句，你说话啊，这么多钱哪来的？他随口说，长安王给的。我不解地说，长安王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银子？因为我帮他扳倒了周家父子。我有些难以置信，所以你非但没花钱去疏通，反倒赚了500两。霍七点头，嗯了一声，这位长安王也太大方了吧。我把500两银票反复看了好几遍，我以为去醉仙楼一趟，做了一筐豆腐，赚了8两银子，已经是血赚了。没想到霍七去一趟南州城，竟然赚了500两回来。霍七说道，今日长安王在南州衙门审周家父子的案子，判了他们死罪，查抄州府，抄出来的家当拿来补偿苦主，大贪官家里金银成堆，其他人拿到的更多。我不疑有他，拍手称赞道，长安王可真厉害。他眼里都有了笑意，还行吧。我双手合十，对天一拜，多谢长安王惩治周家父子，还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一个公道。对了，霍七像是想起什么一般问我，陆景云来找你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就跟我说周荣死了。我又问道，长安王今日刚判了周家父子死罪，周荣今日就死了，行刑这么快，是挺快的。霍七说，因为周家父子是长安王亲手了结的，一箭双杀。一箭双杀，还是长安王亲自动的手。我差点把眼睛瞪圆了，周家父子罪无可赦，竟然劳动长安王亲自动手。霍七点了点头，这是周家父子该得的。我长长的呼了一口气，跟霍七说，其实我今天差点就见到长安王了。醉仙楼的苏掌柜说今日要招待贵客，找我去做豆腐。我忙完准备走的时候，在门前看到了王府的马车，好像有2位贵人一道来了醉仙楼。我站在人群里，想看看那位长安王究竟长什么模样。原本马上就要看到了，结果有个身形特别高大的大哥挤到我前面来，踩了我一脚。一低头的功夫，长安王就进了醉仙楼。霍七眼底有着异样的情绪，皱眉道，我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家里等我，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我坐在床榻上，轻轻晃了晃腿，我想着你在南州城，我去了能赚些银子不说，或许还能碰见你。霍七面无表情地问我，多少银子让你忘了刚被人绑走的教训？我小声说，整整7两银子呢，我在临水镇卖2个月豆腐都攒不了这么多。霍七忍不住扶额，别说了，这些银票你收好。我说，这500两长安王给你的，你为什么给我？他反问，我住你的，吃你的，用你的，难道不该给你钱？我说，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啊，而且当初贾成亲的时候，是我亲口说要养他的，这才过去多少时日，就变成他赚钱养家了，用不了就存着。霍七说，我没有吃软饭的习惯。我小声嘀咕，可你前些日子吃的挺香的啊。他目光如电地看向我，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连声否认。那这些银票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要走的时候再拿出来给你做盘缠。他眸色如墨地看着我，你很想让我走？我抬手摸了一下鼻尖，低声说，倒也不是，可你迟早要走的，不是吗？我觉得这些时日跟他相处的挺好，尤其是被周荣绑走的时候，他犹如天降神明一般救我于水火之中，说片刻也不曾对他动心，那是骗人的。但我也无比清晰地知道，我与他终有一日会分开，而且那一天不会很远。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霍七没说话。我又问他，你饿不饿？我饿了。他语气有些生硬地说，不饿。今日在醉仙楼，霍玉摆了盛宴，恨不能整个南州城最好的东西都摆上桌。霍七却无心宴饮，只想着早点回到临水镇，回到这个小小的豆腐作坊，告诉这女人周家父子已经伏诛的消息。陆景云先他一步来了桃花巷，他心中已有3分不悦，此时又听到那句迟早要走，3分不悦变成了7分。那我去煮碗面吃。我说着，
便开始穿鞋袜。霍七伸手拦住我，刚跟你说不要随便走动，等着。我哦了一声，看着他走出屋子，来到灶台前，开始生火烧水。等他端上来2碗面的时候，我看着2个煎糊了的鸡蛋，还是咬一口吞了下去。霍七看我咽下去之后，才开口问我味道怎么样。我说还行。霍七微微皱眉说只是还行。我立刻改口说挺好的，你也赶紧吃。霍七咬了一口煎糊的鸡蛋，又尝了一口面，把我的筷子抢了过去。别吃了，我出去给你买。霍七出门后，在巷尾隐蔽处吹响竹哨。江河没想到自己一个暗卫有一天竟然要给一个小小的豆腐西施当跑腿，看自家王爷的眼神变得很微妙。霍七扫了他一眼，速去速回。是。江河立刻应声而去。等等，霍七喊住他，沉默片刻后又补了一句，去找头驴来。江河乍一听还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王爷，你要驴干什么？霍七不悦地说，问这么多做甚？是属下多嘴了，王爷莫怪。江河给了自己一个嘴瓜子，属下这就去办。江河刚离开，就有另外一道身影来了巷尾。霍七转身看去，就看见顾元家带着2个随从朝这边走来。顾元家朝他行了一礼，霍兄。霍七问，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顾元家接过右边随从手上的一个半大箱子，双手奉上，这是顾某这些日子收集的罪证，每一样都跟宁王有关，请霍兄过目。霍七点头道，罪证我收着，你先回去。顾公子笑了笑，霍兄交代的事我已经办妥，今日我要带走我的人，还请霍兄莫要阻拦。霍七不甚在意地说，你的事我不插手。说着就端着箱子走出了桃花巷，这些罪证不能留在豆腐作坊，得让人送到医馆去保管。顾元家看他径直离开桃花巷，没有回豆腐作坊，就让小厮去敲门。我单脚蹦过来开门，看见顾元家站在门外，下意识就要把门关上。嫂夫人，顾元家道，玉珠可还在此处？我说她不在。顾元家闻言也没觉得惊讶，只问道，那玉珠去了何处？嫂夫人可否告知于我？我说无可奉告，玉珠就是为了避开这位顾公子才不得不离开这里的。别说我现在也不知道玉珠去了哪里，即便是知道也绝不能告诉他。顾元家有些无奈地跟我说，我并非恶主，只是与玉珠相伴数年，舍不得她一个人流落在外，想给她一个容身之所罢了。嫂夫人何必像防贼寇一样防着我？你在这等着。我说着单脚蹦着回屋取来了那个装着黄金100两的匣子，还给顾元家，这是你上次来的时候留下的，我不能告诉你玉珠在哪，这些还你。顾元家不接，说道，这些黄金给了你就是你的，你不要尽管扔了，不管玉珠去了哪里，我总会找到她的。我说，你一个名门公子，想要什么样的婢女没有？长得好看的，性子好的，做事细心的，还不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就能有什么样的？你别找玉珠了，你和她主仆一场，相伴数年是缘分，但人和人之间若是缘分尽了，便不该再强求。顾元家却说，玉珠于我而言与旁人不同。我问他哪里不同？顾元家说，这点不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罢，他拱手行礼，今日叨扰嫂夫人了，告辞。我看着他们走远了，才关上院门，抱着匣子回到屋子里，跟谁过不去都不能跟金子过不去。我嘀咕着，把匣子藏在床底的香笼里，刚藏好黄金，院门就被人推开了。我单脚蹦着来到窗边，看见霍七左手拎着几个油纸包，右手牵着一头驴。我扬声问，霍七，你从哪弄来一头驴？买的。霍七一边应声，一边把驴拴在院子里。好端端的，你买驴做什么？霍七把那些油纸包放在桌子上，把我扶到八仙桌旁坐下，随口说，帮你干活。我说，我只是被人踩伤了脚，又不是腿断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这驴挺贵的吧？你花多少银子买的？赶紧牵回去退了。霍七道，钱货两讫，退不了。我不接，你刚给了我500两，哪来的银子买驴啊？他皱了皱眉，道，我那至交想让我跟着长安王做事，为表诚意，支了我3个月的月俸。我诧异，让你跟着长安王做事，还提前给你支月俸，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霍七嗯了一声，没再言语，只打开那些油纸包，拿来筷子递给我一双。边吃我边跟他说了刚刚顾公子来过的事，他也只静静地听着。吃完之后，我蹦到新买的驴面前看，霍七擦完桌子，在那洗筷子。我喊了他一声，霍七，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来才怎么样？他洗完筷子放进筷笼里，回头说，随你。而另一边，陆宅自从知道周荣出事之后，纪如真就难以安睡。今日得知周家父子被长安王当堂斩杀，周府被抄，纪如真更是心悸不已，实在撑不住午睡了片刻，也是噩梦连连。他被噩梦惊醒，吩咐婢女去把陆景云找来。陆景云在书房梳理周家这事的来龙去脉，被奴婢请回了房，见纪如真长发披散，额间还出了不少冷汗，让婢女取了锦帕来，亲手为纪如真擦拭，温声问，夫人这是怎么了？我做了个噩梦。纪如真说，我梦见长安王斩杀了姨父和表哥之后，还要杀我。陆景云深知纪如真心中有鬼，才会做这样的噩梦，但他没有当面说破，只温声安抚说，噩梦罢了，夫人不必放在心上。纪如真做了坏事心虚，也不能跟陆景云说，靠在陆景云怀里，轻声说，夫君，我们还是早些回京城吧。陆景云高中状元之后，入了翰林院，因为他是丞相的女婿，所以才得以破例告假3月，衣锦还乡。至少在纪如真眼里，事情是这样的。实际上，陆景云是奉了皇帝密旨，暗中协助长安王巡查南州。但陆景云中状元的时候，长安王在北州巡边，刚回京城又被皇帝派来了南州。陆景云至今没有跟这位长安王碰过面，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今日长安王在南州府衙斩杀了周家父子，周贺是宁王的心腹，动了这个人，也就意味着过不了多久，长安王就要对宁王动手了。看来他是要去见一见长安王了。事情到了最关键的时候，陆景云不可能在这当头回京城，他只能安抚纪如真。我回南州时日尚短，刚刚才同宁王世子结交上，此时回京城实在有些可惜。只要我办完了南州这边的事，便立刻带你回京城。
霍七去长安王手底下做事，开始每日早出晚归，我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有了来才帮忙拉磨磨豆子，我轻松了许多。只是霍七夜里所求无度，我几乎只能眯一会儿就要起来做豆腐，好几次都差点睡过头，只能在下午没什么事的时候补觉。这样的日子一转眼就是1个多月，转眼就入了夏。霍七每日在南州城和临水镇之间来回，偶尔也会有事情太多回不来的时候。跟霍七相处久了，他偶尔不回来，我竟然会觉得家里空荡荡的，少了一个人，就好像少了人气似的。我有时候会跟来财说说话，有时候也会去街上走走，买些东西，又扯了2匹布，准备给自己和霍七都做一身新衣服。而陆景云那边，这位长安王殿下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管他递了多少次信，求见了多少回，都没有任何回音。直到宁王摆寿宴那天，所有南州官员乡绅、非富即贵之人都登门贺寿，陆景云作为新科状元，被众人夸赞不已，当众为宁王做了一首祝寿词，一声长安王到，压过了所有喧嚣。宁王笑着让世子带众人出迎，陆景云同一众官员乡绅一同上前拜见。陆景云跪伏在地，抬头看了长安王一眼，顿时吓得脸色大变。霍七怎么会是长安王？他甚至怀疑是自己眼花了。宁王父子奉长安王为座上宾，叔侄几人相谈甚欢。宁王笑着问七郎：“你看我南州的美人如何？可能如你眼的，本王送你2个。”霍七说：“不必了。”宁王世子霍玉笑道：“七郎不近女色，在京城人尽皆知。父王啊，这天底下若是有能让七郎动心的女子，那必然是仙女下凡。”这话一出，众人都笑了，唯独陆景云笑不出来。他甚至等不到散席，就率先离席。陆景云敲门的时候，我正在屋里点灯做针线，听到动静，以为是霍七回来了。一开门，却看到陆景云站在门前，脸色苍白，像是遇到了什么大事。我一看是他，立马就要把门关上。陆景云见状，大步上前，一把按住了门。春枝，他的表情有些凝重，别急着关门，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我冷着脸说，你我之间没什么可说的。不，陆景云推着门，一脚跨过了门槛，这是非同小可，我必须要跟你说，我不能看着别人骗你。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人已经进来了，我也关不上门，索性放开门板，有话快说，说完赶紧走。他问我，今日宁王寿辰，你知不知道我在寿宴上见到了谁？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有话直说，不要卖关子。霍七，我在宁王寿宴上见到了霍七。陆景云说，你知不知道他？我知道啊。我说，霍七如今在长安王手底下做事，跟着主家去赴宴，有什么好奇怪的？陆景云知道我想岔了，开口道，他不是在长安王手底下做事，他就是。也就在这时，一辆马车飞驰而来，停在院门前，霍七掀帘而出，他大步走入院中，一把拦住我的腰身，皱眉看向陆景云，我的事轮不到你来管。要换做先前，陆景云肯定要跟霍七理论一番，但现在他沉默了。霍七在宁王寿宴上见到陆景云，就知道事情不妙，原本想着散席之后敲打2句，哪知道这人居然半路离席。听到暗卫禀报之后，他立马就快马加鞭赶了回来。我小声跟霍七说，你把他打发了，我去给你煮面。言罢转身进了屋内。霍七此时已经换回了寻常不一，但上位者的气势一点也没有消。陆景云朝他拱手行礼说，殿下。霍七沉声道，我的身份我自会相告，你不要多嘴。陆景云沉吟许久，才开口说，春枝是个好姑娘，她待人以诚，最讨厌别人骗。殿下身为长安王，想要什么样的美人唾手可得，还望殿下高抬贵手，别玩弄她。霍七冷笑，你一个负心汉，让我别玩弄她。陆景云说，我是负了她，但那并非我的本意，我也是无奈之举。霍七声音沉了沉，行了，废话少说，你从哪来回哪去，以后再也别来打扰她，否则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说完转身进了小院，还关上了院门。我煮好面端到8仙桌上时，往院子里一看，霍七就站在驴棚前面看着来财。听到我喊他吃面，他大步而来。他接过筷子之后，我就欲往屋里走，霍七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坐下，陪我一会儿。你说就是了，抓我手腕做什么？我回到桌边坐下，你今天不是去宁王府赴宴了吗？怎么还这么饿？霍七顿了一下，又是陆景云告诉你的。我道，陆景云说他在宁王寿宴上看到你了。我说你现在跟着长安王做事，陪同主家一同赴宴也是常事，这宁王寿宴又不是只有他状元郎去的，你也去的啊。霍七一边吃面一边问我，陆景云还跟你说什么了？没了啊，话还没说完你就回来了。我观他神色看不出什么来，但陆景云说的话着实奇怪。霍七，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不要骗我，知道吗？霍七不语，只是一味的低头吃面。我说，不管是你跟着长安王做事，还是替别人做事，只要你不是为虎作伥就行。霍七正色说，我绝不为虎作伥，你放心。霍七吃完面，把碗洗了，又到院里打了井水洗身子。他带着一身早豆香进屋子时，我还在做针线，他直接走上前来，将我打横抱起，笑道，天色已晚，该安歇了。我手里还拿着针线，无奈说，小心扎到你。成亲这么久了，红罗帐依旧鲜艳如初，不知为何他今日格外凶。又过了几天，霍七越发早出晚归。这一天，我给李大娘包豆腐的时候，忽然觉得一阵恶心，干呕了好几下。李大娘见状，当即问，春枝，你成亲也2个多月了吧，是不是有了？我有些错愕。上午卖完豆腐之后，下午就去了医馆，老大夫把了好一会儿脉，跟我说脉如滚珠，是喜脉。我想要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已经想了许久。我做了10年孤女，即便被陆家收留，把陆景云和陆老夫人当作家人，也总是少了一点血脉亲情。如今跟霍七在一处，也知他迟早有一天会走，只有这个孩子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回去的时候，我又去钱三娘的铺子里买了几匹好料子，准备给孩子做小衣裳。我抱着布料刚进了桃花巷，就看见一辆奢华的马车停在自家院门前，马车前头站着一群仆从婢女，一看到我回来，目光全都落在了我身上。我想绕过他们，却听到其中一个婢女
女转身掀开车帘，躬声禀报说：“世子，人回来了，让本世子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美人勾住了七郎的心。”霍玉迈步而出，手中折扇轻摇，他下了马车，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笑道：“果然是个难得的美人，金钗不群，难演人间绝色啊。”他说着就朝我走来，我往后退了2步，那些随从婢女立刻就挡住了我的去路。霍玉继续上前：“美人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强装镇定问道：“你是什么人？”霍玉笑道：“我啊，我是宁王世子，七郎的堂兄。”霍七这些时日频繁来往于南州城和灵水镇，霍玉派人跟踪他许久，终于查到了他在桃花巷安了个家。长安王巡查南州，不管他和父王如何利诱，都不肯上钩。霍七此人简直油盐不进，霍玉没办法，只能另想办法，这不就找到了。我没见过宁王，却也知道他是南州最大的主。眼前的年轻男子自称宁王世子，看这架势不似有假，那他口中的七郎难道是霍七？我想过霍七或许出身富贵，但从未想过他会跟宁王那样的大人物扯上关系。霍玉笑着凑近我：“怎么，七郎跟你提起过我？”我往边上避开，刚要说话，便听到身后有人策马飞驰而来。霍玉，霍七翻身下马，一把将霍玉从我身边掀开，他挡在我身前，沉着脸问：“你来干什么？”霍玉险些被掀翻在地也不恼，含笑说：“我当然是来看七郎究竟藏了一个什么样的美人。”霍七转身对我说：“你先进去。”我想问他究竟是什么人，但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我还是忍住了，低低的应了声好。哎，别走啊，美人！霍玉还想追上来，被霍七拦住了。霍玉收起白折扇，笑吟说：“七郎，别这么小气嘛，你金屋藏娇，不对，应该是草屋藏娇，还舍不得让我看啊。”霍七语气如常说：“寻常姿色，没什么好看的。”话不可能这么说。霍玉笑道：“这样的美人，放眼整个南州城都屈指可数，若非难得，七郎你偏偏往这草屋跑什么？”霍七面无表情道：“与你无关。”他说着就要往院里走。就在这时，一众官员从巷口快步冲了进来，齐刷刷跪了一地，高声喊道：“下官拜见长安王。”刚好走进门的我听到这声拜见长安王，转头看着那些身着官服的官老爷们一个个跪伏在霍七面前，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霍七回头看我，上前一步喊道：“春枝！”我在退后，直接关上院门，上了栓。霍玉走到霍七身侧，笑道：“七郎，你这是被关在门外了，你藏的这个美人脾气有点大啊，要不要我让人把门撞开？”霍七沉声道：“不必。”霍玉笑道：“那你好好哄哄美人，我先回了。”没什么好哄的。霍七抬手示意众官员起身，一众南州官员连声道：“多谢长安王。”他翻身上马，对一众官员道：“你们几个跟本王走。”霍玉也登上了马车，他问霍七：“那这美人你不哄了，也不把美人带回南州城去，你打算怎么安置她？”霍七面无表情道：“乡野之女，玩物而已。”说罢，他便策马离去。霍玉说了声有趣，也进了车厢，吩咐车夫回南州城。原来在霍七眼里，我只是一个玩物。2个多月的相处，我以为自己跟霍七即便做不了夫妻，也能好聚好散。许是这段时日过得太过平静安稳，才让我忘了先前陆景云的背叛，渐渐地对霍七动了心。我抬袖抹去脸上的泪痕，对自己说：“还好，我也没有很喜欢霍七，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而已。”我抬手抚上腹部，没关系，我只要有这个孩子就够了。霍七走后，我依旧忙着泡豆子，准备着第2天做豆腐，把那件快要做好的袍子拆了。拆了一会儿，觉得有些累，连剪子带针线都收了起来。屋里的红罗帐和门窗上的喜字，此刻看来都很是碍眼。我把所有喜字都撕了，红罗帐也换回了原来的轻纱帐。这一忙就到了晚上，我没什么胃口，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好好吃饭。霍七不在了，来才还在，我逼自己吃了1碗米饭，然后站在驴棚前跟来才说了许多话。天色越来越暗，我准备回房的时候，院外响起了敲门声。若是往常，必定是霍七回来了，但今日亲眼看到那些大官跪在霍七面前，称他为长安王，他那样轻蔑说乡野之女，玩物而已。这会儿不管来的人是谁，我都不想开门，索性转身回屋，关上门，灭了灯，躺在床上，闭了眼却难以入睡。院门的敲门声持续了好一阵，才停了下来。有人翻墙而入，又翻窗而来，2、3步就到了榻前。我抄起剪子，朝往床榻靠近的那人扎去。来人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低声道：“是我。”是霍七的声音。我没有松开剪子。长安王，你还来干什么？霍七取下我手里的剪刀，取了桌上的火折子，点亮了油灯，火光一点点燃起，照亮了周遭的一切。门窗上的喜字和床榻上的红罗帐都不见了，变回了一开始的模样，质朴而沉静。他定定看着我，说道：“我的确是长安王，隐瞒你非我本意，我的确姓霍，单名一个征字，排行第7。我说我是霍七，并非全然骗你。”我哑声道：“即便你骗了我，我又能怎么样呢？你是高高在上的长安王，我不过一介乡野之女，你我本来就是假成亲，我留你在这养伤，你帮我瞒过官府，各取所需而已。现在你已经恢复身份，自去当你的长安王便是，我依旧在桃花巷卖我的豆腐。”看着几步开外的霍七，不，应该是霍征，我强忍着没有落下泪来。霍七，你我缘尽于此，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霍征语气有些急，即便我是长安王，也不会丢下你不管，我会带你走，不管是南州还是京城，我都不必了。你我身份悬殊，云泥之别，本就不相配，注定要分开的2个人，就不要再做无谓的纠缠了。我冷声道：“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春枝，霍征还想说什么，我直接打断了他：“够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赶紧走，立刻走。即便我是个无人在意的孤女，也不会给权贵当玩物。先前那些荒唐的日子，只当是做了一场很长的梦。”霍征张了张嘴，低声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不在这惹你生气了，过2日再来接你。”霍征凝眸看了我一会儿，
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只能转身走了。一夜无眠，因为昨天很多大官来了桃花巷的缘故，今日都没什么人敢来买豆腐，一连几日生意都惨淡。我索性摘了招牌，准备换个地方卖豆腐。如今怀了孩子，若是被人发现，这个孩子肯定是留不住的。像长安王那样的贵人，定然不许子嗣流落在外。若是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要么逼着我打胎，要么抢走我的孩子。我想离开这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生下孩子，开始新的生活。来才是带不走的。豆腐作坊若是卖了，霍征就知道我要走了，所以也不能卖。我花了3天的时间，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办。我自己有将近200两银子，还有霍征给的500两银子和顾源家给的黄金100两，拿着这些钱，不管去哪都能过得很好。我把来财签给了隔壁的李大娘，让李大娘好好带来财，别把他杀了吃肉。李大娘诧异极了，你做豆腐得靠驴拉磨，你就这么给我了？而且买头驴得好些钱呢，不是给你，是暂时养在你家，给你用。我不想跟李大娘说这次离开临水镇就不回来了，只说我想去找我的家人，要离开临水镇一阵子。昨天那么多大官跪在豆腐作坊门前，李大娘隔着门看着阵仗都被吓着了。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小声问：你要离开临水镇，那你那个夫君？我跟他分开了。我只简单说了一句。李大娘叹了一口气，当初你要是嫁给我娘家侄子就好了。他虽然生得一般，家境也不算特别富裕，但是为人简单。我没有跟李大娘多说什么，交代她好好养来财之后，转身回到了小院，开始收拾行李。离开之前，我把豆腐作坊里的东西都摸了一遍。刚买下这个豆腐作坊的时候，满心喜悦，以为能靠它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年我靠自己的劳作的确过得还不错，从未想过有一天要弃了这个豆腐作坊。然而我一打开门就看见了陆景云。你怎么又来了？我有些吃惊地问，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陆景云没有回答，反问我，你要走？要去哪？我冷声道，不干你的事。春枝，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看着你吗？你走过去这道门，立刻就会有人报于长安王知晓，你根本就走不了。陆景云道，我是来帮你的，若不是我，你也不会跟长安王纠缠不清。我知道你恨我，我只是想帮你。我沉吟片刻，说道，我要去渡口。真没想到，不久之前我替玉珠安排的出路，这么快自己也要用上了。好，陆景云立刻答应下来。你等一会儿，我这就让人引开那些盯梢的人，你把院门关上，待会儿从侧门出来，我让马车在侧门等你。我不知道陆景云是怎么让人引开那些盯梢的。马车经过街道，到处都是熟悉的景象。我在临水镇生活了10年，有很多不舍。陆景云低声说，长安王只是来南州巡查，过不了多久就会回京城的，你以后想回临水镇还是能回来的。他不觉得长安王会把我看得多么重要，等他回了京城，娶了娇妻美妾，自然把临水镇的春枝望到天边。见我不说话，陆景云从袖子取出了300两银票，这些银票你拿着，就当是我欠了你的，你孤身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他说着，将银票塞到了我手里。陆景云曾对我指天发誓，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嫌7万两金。离开陆宅的那天，他给了我300两，如今加上这300两，总共有600两了。我把银票收进了袖子里，说道，你辜负过我，今日又冒险帮我，你我就算扯平了。陆景云却说，我欠你良多，这账扯不平。我抬眸看了眼陆景云，扯平扯不平都没什么意义了，你我日后应该再也不会相见了。陆景云愣愣地看着我，不知道在想什么。说话间，马车已经到了渡口，我走了。我立刻起身，掀帘而出。陆景云掀开车帘喊了我一声，我没有回头，找到渡口的船老大买了一艘乌篷船，自己撑着离开了渡口。临水镇是水乡，我从9岁开始生活在这里，早就学会了撑船，而且我身上带了不少金银，乘大船怕遇到劫船的，买艘小船自己想去哪就去哪，就算有人找来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1个时辰后，南州驿馆内，暗卫急匆匆赶回禀报，启禀王爷，春枝姑娘不见了，不见了。霍征原本在跟几个官员商议如何扳倒宁王，听到暗卫来报，登时站了起来。霍征问，什么叫不见了？暗卫说了自己被人引开的事。1个时辰前，陆景云去了桃花巷，他走之后，春枝姑娘不见了。霍征闻言，心口发闷的厉害，他最清楚春枝有多讨厌陆景云，而现在为了避开自己，他宁可跟陆景云尽释前嫌。霍征俊脸微沉，陆景云离开桃花巷之后去了哪？暗卫道，最后好像去了渡口的方向。霍征心口一紧，备船立刻去临水镇渡口。长安王麾下人手众多，又是打着官府的名义行事，很快就查到了渡口船老大那里。今日风大，顺风顺水，船行得极快，可不一会儿却变了天，江河起浪，风雨欲来。我游河入江，看着天色忽变，准备靠岸的时候，却见远处江面上忽然出现了几10艘船，那些快船乘风而至一般，眨眼间就追了上来。我站在船头，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最近那艘的快船，船头上站着锦衣玉带的霍征，即便行色匆忙，也依旧龙章凤姿，是陌生的霍征，不是我熟悉的霍启。只一眨眼，霍征飞身而起，掠过水面，跃上了我的乌篷船船尾，沉声问道，春枝，你要去哪？你别过来。我后退一步，站在船头最边缘的位置，手抖了一下，撑船的竹竿就落入了江水中。好，我不过来，你小心些，站稳了。他在船舱前站定，没再上前。我看着几10艘快船不断的追上来，很快就逼近了。这么多人，要是被霍征带回去，再想离开便再无可能了，腹中的孩子也定然留不下来。这般想着，又往后退了半步。马上就要下暴雨，江面上风浪越来越大。我水性极好，若是天气好的时候，在江河游一圈都不带怕的。可偏偏今日变了天，我回头看了一眼风浪，
这时候若是入水，只怕生死难料。春枝，霍征喊道：“你过来，你别再往后退了。”他的嗓音有些发颤。我望着他说道：“霍七，我只是救了你，又不是杀你全家，你何故逼我至此？我是想要好好活着的，不管是被陆景云辜负，还是离开霍七，我都能活得好好的。如果他没有追来，我一个人走得远远的，生下孩子，好好将孩子养大，继续卖豆腐也好，做点别的小生意也行，怎么都不会苦了孩子。”霍征道：“我不逼你，我只是担心霍玉会对你下手。春枝，你乖一点，风浪太大了，别站在船沿上。”他说着，又试图靠近我。“你别动。”我看出了他的意图，又往后退了一些。霍征一手按住船舱，说道：“好好，我不动，你也不要动。”我很害怕，江面广阔无边，这样大的风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但那些快船都在朝我所在的这乌篷船靠近，等他们将船围住，我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咬咬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对着前方道：“霍征，再也不见。”然后转身一跃而下。跳入江水中的一瞬间，霍征扯掉了我的一截衣袖。王爷！一众暗卫乘快船迎风而至时，眼睁睁看着王爷跳入了水里。江河吓得几乎魂飞魄散，立刻道：“会求水的，跟着我一起下去。”半数暗卫跟着往水里扎，两炷香后，霍征被江河等人救上了船。他浑身湿透，整个人狼狈不堪。第一句便是问：“春枝呢？”江河硬着头皮回话：“王爷，春枝姑娘还没找到，没找到就接着去找。”霍征怒吼道：“暴风雨来了！”看着江面上浪涛滚滚，霍征还要再次扎进江水里，江河连忙将人按住，跪求道：“王爷，您是千金之躯，万不可再冒险了。”江河说着，立刻吩咐一众暗卫们在找。会求水的暗卫身上绑了绳子，让船上的拉着，然后一个个再次跳入水中。霍征在船上待不住，又起身入水。江河见拦不住他，只能劝着王爷绑上绳子，若情形不对，至少能立刻将王爷拉上船。霍征和一众暗卫在江水里搜寻了整整一夜，有暗卫低声道：“王爷，已经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春枝姑娘怕是。霍征哑声道：“住口！”他几乎已经脱力，但还要再次入水。江河拼死将人拦住，属下再让人去找王爷，且不可再去了。若王爷在这出了什么事，南州之事就全都付诸东流了。霍征双目猩红，挣扎着起身，却猛地吐了一口血。王爷！江河大骇，连忙伸手去扶。霍征强行站稳，抬袖擦去了唇边的血迹，哑声道：“春枝生活在水乡，水性极佳，不会这么轻易出事。他一定是不想见我，故意躲着我。”江河想劝王爷看开点，江面汹涌，这么大的暴风雨，即便是水性再好的人也难以生还。接着找。霍征嗓音已经嘶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可直到第二天晚上，暗卫们也一无所获。经过不断的打捞，暗卫们也已经筋疲力尽，谁都知道这么长时间还没救上来的人，必定是有去无回了。可是谁也不敢说。陆景云闻讯冒雨赶来，冲到霍征面前，给了他一拳，怒声道：“你为什么非要逼他？他都要走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走？”霍征没有还手，神色麻木地看着陆景云。江河见状，连忙冲了过来：“陆大人，王爷面前休得放肆！”陆景云打完了一拳之后，忽然有些后怕。他得知春枝被霍征带人追上之后，宁可跳江也不肯回去，不由得满心愤怒。你知不知道春枝有多惜命？他只是想好好活着，你为什么要把他逼上绝路？为什么？陆景云近乎咆哮，他后悔了，后悔为了前程辜负了春枝，后悔让春枝有机会跟长安王纠缠不清，赔上了青青性命。霍征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春枝为了不跟他回去，宁可跳江。他被陆景云辜负的时候没有寻死，知道被他欺骗的时候也没想过死。可这次他为什么宁可跳江，都不愿跟自己回去？他怎么都想不明白。陆景云竭力挣开江河的桎梏，淋着暴雨，冲霍征喊道：“你究竟对春枝做了什么？你都跟他说了什么？”霍征依旧不言不语。江河怕陆景云太过激动，会刺激到王爷，直接一个手刀劈在陆景云颈后，将人打晕了。他满怀担忧地劝道：“王爷，你查了宁王那么久，眼下正是收网的关键时刻，切不可因私忘公，耽误了大事啊！”霍征却什么都听不见，看着茫茫江面，风起浪涌，他一步步走向船头，正欲再次下水。一众下属见状，死死拦住了他：“殿下不可，万万不可啊！殿下！”连南州水师都调出来了，只为搜寻一个女人。霍玉得到消息后，便带人赶了过来，看到霍征这般狼狈不堪、失魂落魄的模样，还同他说：“七郎啊，你不是说乡野之女，玩物而已吗？怎么没了个玩物？你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霍征神色冰冷，一把掐住了霍玉的脖子：“都是你！要不是霍玉忽然跑去桃花巷，他和春枝不会闹成这样。霍征，你疯了！”霍玉冷不丁被掐住脖子，喘不过气来，脸色很快开始泛紫。随行的宁王府众人见状，连忙冲上前去：“长安王，快放开世子！世子是来帮你找人的啊，本王不需要他帮。”霍征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王爷，手下留人啊！”江河赶紧拦了一把：“宁王世子是该死，但不能死在这里，更不能死在王爷手里。”霍征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一掌将霍玉拍得半死，让暗卫们将他绑了。“长安王，你这是做什么？我们世子可是你的堂兄啊！来人，快来人，回府禀报王爷，长安王疯了，他要杀了我们世子！”霍玉的随从大呼小叫的，让后面船上的人赶回宁王府去。霍征沉声吩咐道：“谁也不许走！”南州水师听令，扣住宁王府众人。他咽下喉间的腥甜，让暗卫留下继续沿江搜寻，自己带着南州水师杀到宁王府。宁王在府中饮酒宴客，一众宁王党羽在宴席上提起长安王，都笑他为了个乡野之女，跟着跳了江，沿江打捞了一天一夜。有人笑着说，京城那些官员都说长安王行事最是沉着稳重，我看不见得。他要是真沉稳，怎么会为了一个卖豆腐的乡野之女狼狈至此？为了一个女人，不惜调动南州水师封锁江面，
真是荒唐至极。世子去江上看热闹了，这会场面定然很有意思。这消息若是传回京城，朝中那些叫着喊着立长安王为太子的大臣们还有什么脸？哈哈！皇帝派长安王巡查南州，宁王对这个侄子忌惮已久。从霍征到南州境内的那一天起，就派人刺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霍征失踪了几天之后，竟然安然无恙的出现了。他带人住进南州驿馆，不管哪个官员求见，都拒而不见。宁王一开始还担心霍征在闷声憋大招，哪知道他是被路边的野花迷了眼，沉溺温柔乡了。众人说说笑笑间，有个小厮跌跌撞撞的跑过来，大声喊：“不好了，不好了！长安王带兵包围了咱们王府。”什么？宁王拍案而起，霍征不是在丽水江上捞人吗？世子呢？世子去哪了？话声未落，外头就传来了兵戈相击之声。席间众人吓得酒醒了大半，有人颤声道：“世子，世子至今未归。”宁王的脸色越发难看了。又一人开口道：“难道长安王跳江寻人是假，实则是为了在王爷眼皮底下调来了南州水师？”宁王沉声道：“慌什么？霍征再有手段，还敢杀了本王不成？”